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开天神phủ定乾坤。晚辈萧雨恭请巨灵神降临。什么鬼？力拔山兮气盖世是说的巨灵神吗？还开天神phủ定乾坤是称号，就算盘古大神愿意给，但巨灵神敢接吗？这让罡魂传来的无敌一脸懵逼。今天就是1年1次的觉醒仪式，然而这却不是绝对安全的。造化之门里面有无数种族，必须念出他们的名字与事迹，才能与之取得联系。可一旦喊错名字或是说错身份，都有可能当场身死。坑爹啊！开局就是生死局，你多少给我几天适应机会也行啊！就这样直接给我甩到觉醒仪式，这不是想要我直接死吗？造化门内，只见原本灰色的石像开始一点点褪色，露出原本的样子。只是这个过程只进行到一半就停了下来，然后一道紫光便没入了萧雨体内。成功了，还是子孙潜力。萧董事生了个好儿子啊！不是吧，这都能成功，我还以为有多困难呢。一个个都如临大敌，结果你就给我看个这。今后你连仰望萧雨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这种吊车尾是怎么都不可能觉醒的，也就只能说说大话了。哼，果然是无知者无畏。你以为增加词条会很容易吗？这每一句话都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。这很难吗？这些人好像并不认识那些神话人物，甚至连能力都是靠猜的。难道这个世界没有神话故事吗？想到这里，无敌连忙取出手机，开始在网上搜索起来。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无敌没有功夫搭理他，自顾自地搜索信息，可得到的消息都一样，没有半点关于神话人物的背景故事，更多的只是一个名字。这个世界果然出现了文化断层，曾经的神话人物大部分都消失在时间长河中。觉醒仪式还在继续，第二个人已经进入了造化之门，他停留在一尊猿猴模样的雕像面前。无敌也看向那尊石像，一脸凶相，身上被锁链束缚，身体周围似有水雾缭绕。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传说中的超级神奇，最少也是金色品质。韩伟这是走狗屎运了啊！华夏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神奇，没想到被他遇上了，他这是要起飞了。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我突然觉得他长得好帅啊！这不对啊，看过《西游记》的都知道，孙悟空可是不善水性的，他的身体周围怎么会有水雾缭绕呢？无敌刚想提醒不对，可那人已经开始了觉醒。东天灵秀美猴王，定海神针耳中藏，妖道两湖皆凶，师徒4人见佛光，晚背海。恭迎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就在所有人等待奇迹降临的那一刻，唐舞的身体瞬间爆碎，化作光团，没入那尊猿猴口中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齐天大圣吗？那这尊神奇究竟是谁？没听说过还有别的猿猴模样的神奇啊？难道国家研究的资料是错误的？立即联系城主，将此事汇报上去。又出现了一位未知神奇，那觉醒仪式还继续吗？锁定这位神奇，不要将他刷掉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唤出他的名讳。而无敌此时的脑海中却想到了另一个神奇：纵横八荒，凶名赫赫，掌管山川湖泊，最喜吃人。就在他思绪万千时，城主和几位教授从远处飞来。你们可曾查出这尊神奇的来历？根据资料记载，倒是有几位猿猴模样的神奇，只不过这需要有人去填。需要几个名额？无人，是我们无能啊。如果我们能多研究出一些资料，也不会让这些孩子们拿命去赌啊。为了我华夏的未来，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今日出现一尊未知神奇，我这里有5个名额，可有人愿意？声音不大，但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。不少学生都低下了头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名额意味着什么。有人退缩，有人惶恐，但同样有人目光坚定。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。1班0号愿意一试，2班尹小小愿意一试，5班草昂愿意一试。好啊，按先后顺序出列。几名教授也开始给被选中的人讲述他们查出的资料。无敌听完之后眉头直皱，因为这些答案里面没有一个是正确的，这就意味着谁如果这么说了，铁定会死。正当第一位0号准备进去之时，无敌突然举起手来。那个，我好像知道一些他的来历，跟诸位教授说的有所不同。无敌，你发什么疯呢？你可知一旦说错话的下场是什么吗？你会死在里面的。无敌也知道班主任这是为他好，不想看着他白白送死。他冲着班主任笑了笑，
并没有解释，反而看向林浩几人。不介意我插个队吧？哥们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有把握吗？你们就看着好了。无敌笑了笑，大步走进了造化之门。造化之门内，除了原本那尊猿猴雕像，还有其他刚刷新出来的石像。无敌被其中一尊石像给吸引住了，迟迟没有动作。广场上不少学生都开始议论起来，就连一众领导也频频皱眉。这家伙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怎么还不开使唤名啊？刚才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本事呢，原来也是个样子货。切，吊车尾就是吊车尾，亏我还以为他扮猪吃老虎呢。城主大人，要不要等着？每一个愿意以身犯险去唤醒未知神奇的人都值得尊重，哪怕他们死了，那也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干涉他们。无敌面前的那尊神奇是谁啊？背生双翅，莫非是雷公？不，雷公手持雷公凿，但这位手持卷轴，应当是传说中的那位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。就在几位校领导议论纷纷时，无敌也开始了他的觉醒。晚辈无敌，恭迎天庭之主、十日之父、万妖之皇，帝君冕下降临。天庭之主、万妖之皇，这是什么来头？天庭之主不是玉皇大帝吗？他是妖怪吗？帝君是谁？十日之父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明明这些词我都认识，可是为什么组合起来我就听不懂了？这不会是他瞎编的吧？然而就在此时，石像上的灰色逐渐褪去，露出里面原本的真容。你想不到这个时代还有人记得我的真名。紧接着就是冲天的红光，然后没入无敌体内，而帝君的身影也从造化之门内消失。华夏帝国的万神殿内缓缓多出一盏明灯和一尊雕像，孤零零地占据着最上面一排。负责守卫万神殿的士兵注意到这一幕，震惊的嘴巴张成 O 型，然后跑到一旁拼命地敲打惊雷。鼓声一响震一城，鼓声再响震一国。随着7声鼓响，华夏首府内的帝国最高统帅瞬间老泪纵横。天佑我华夏呀！我们终于也有了红色神王级的神奇出现了，快去查一下是何人唤醒的神奇，派龙防军前去护驾，让龙野将军亲自过去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惊雷子七响，惊动的不只是华夏帝国的高层，更是震惊了不少藏匿在华夏的间谍。就在觉醒仪式的广场上，一名长相猥琐的中年人，眼神中满是阴毒。该死，华夏帝国居然出现了红色神奇，计划必须要提前了，尽快扼杀这名神剑者。身处造化之门内的无敌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他又来到那尊猿猴模样的雕像跟前，场外众人纷纷愣住了。他要做什么？他不会是想唤醒那位未知的神奇吧？住手！快住手啊！无敌，你可千万别犯傻！完了完了，难道我们刚出现一位红色神奇的神眷者，就要这样死去了吗？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无敌大婶皮呢！无敌大哥，无敌大爷，求求你千万别冲动啊！你可是整个华夏帝国的希望啊！我愿用我男朋友一辈子不娶，只求无敌大神别冲动啊！老李，那名红色神奇的神眷者在哪？城主李思远没有理会龙野，而是目光呆滞地看向造化之门，只因无敌已经开始觉醒第2尊神奇了。景深百尺，立于9象，青躯白首，火眼金睛，晚辈无敌。恭迎上古水神无知级降临。随着无敌的话音落下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无敌，生怕他跟韩伟一样突然爆裂开来。而此时，原本灰色的雕像开始一点点褪色，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继而没入无敌体内。何人还我？无敌大神牛逼！天佑我华夏呀！无敌大神，我要给你生猴子！水神大人，外邦宵小觊觎我神州大地，一族邪神屡次犯我神州，奈何我神州诸神不显，我等子孙后裔不孝，迟迟无法迎回诸神，恳请水神大人匡扶神州，拯救我等。一族邪神吗？你说的是那个吗？不知其双目之中散发出一道金光，透过造化之门落到一个人的身上，他的身后顿时显露出一位神奇的虚影。那是合理吗？我不记得华夏历史上有这个神啊，难道是野神？小子，你既然得到了妖皇大人的认可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成为妖族在人间的代言人。我需要怎么证明？你不是说一族邪神入侵吗？现在我把力量借给你，去亲手杀了他，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。众人听到吴之奇的话，纷纷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位到底是什么神啊？居然还要神眷者去杀人？难道唤醒高品质的神奇都要接受考验吗？
他说的异族邪神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都看向芒老师？水神大人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并非华夏之神，尽管动手就是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要验证他的身份，只有神化擂台这一种方式，但主动开启擂台的机会，1年只有1次啊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是间谍吗？我王卫国虽然天资差，但这些年在学校兢兢业业，为国为民，哪怕是死，也绝不背负间谍的污名。哦，是吗？你虽然是天才，但这并不是你污蔑我的资本。如果是为了考验要杀了我，我无话可说。但你如果想让我背负间谍之名去死，我办不到。王卫国边说边朝着无敌走去，一副要跟他对峙的模样。然而，就在距离无敌不足5米的时候，他的神色陡然变得狰狞起来。以我之血，开启神话擂台。苏菲帝国对华夏帝国发起了神话擂台战，发言人松下一拳，定着无敌。混蛋，你做了什么？一群蠢货！本想过几天再对付你们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走运，唤醒了红色神奇。可惜遇到了我，也不枉费我在这里潜伏10几年。能够扼杀天才的感觉真是妙啊！原来是苏菲帝国的人，难怪能潜伏这么久。现在知道已经晚了，你注定要被扼杀在这里。华夏帝国也注定属于我们苏菲帝国。你们故乡的樱花该开了吧？樱花3月就开了，现在是10月，怎么吓傻了吗？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？那就好，不影响我们明年马踏西京赏樱花。等神战开启，我会亲手砍下你的头，拔掉你的舌头，献祭给神明。欢迎来到诸神竞技场，我是竞技场的裁判波比，请2大帝国做好准备，登记另外4位参赛者名单。诸神竞技场规则如下，现在请参战双方开始召唤神奇。随着无敌进入造化之门后，华夏国民一个个面如死灰，只因无敌面前的5尊神像并没有地具和无之旗，反而苏菲国那边发出一阵阵欢呼。天呀，那位不是安倍晴明大神吗？哈哈哈，我们这次赢定了。而无敌这边径直来到一只不起眼的孔雀雕像面前。我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，连第1准胜都能碰到，就你了！大刀红马式真龙，5道郭华射箭，混沌出分无出世，2仪太极刃收球，晚辈无敌，恭迎妖族准胜孔宣大人降临。我们有哭也不怕别人嘲笑。又一位红色神奇，我没有看错吧？哈哈哈哈！天不亡我华夏呀！无论你们曾经拿走我们什么，今日之后，统统都要给我吐出来！安倍晴明大人，请您斩杀对方野神，以扬我苏菲帝国神威。一族宵小也敢辱我们？弑神风蛇。弑神6合。竟然可以挡下我的5色神光！再来！弑神玄武。好手段，竟然可以驱使玄武！孔宣大人，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召唤出来的并非圣兽玄武，只不过是一些空有其表的花架子罢了。好胆，竟敢戏耍于我！趁着双方不注意，松下一拳，利用合理的能力隐藏身形，准备偷袭无敌。华夏帝国的人一个个都紧张万分。无敌大神小心啊，他在你身后！该死的苏菲帝国，竟然使用这些下三滥手段！完了完了，他要出手了！无敌大神，快躲开啊！去死吧！太残暴了，不过我好喜欢。大家为苏菲帝国默哀1秒钟，剩下的59秒，请允许我先笑一会儿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无敌大神要被嘎了呢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演戏。在我面前玩偷袭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孔宣大人，我这边已经解决了，你也加把劲。孔宣闻言，感觉一张老脸有些挂不住了，打一个比自己弱的对手，竟然这么久都没有拿下。5色神光，
弑神12神将，一张张符箓被抛出，化作一位位弑神。但这些弑神刚一出现，就被五色神光给扫动，顿时化作虚无。五色神光扫到安倍晴明身上，直接将他打得吐血倒飞出去。弑神伤害转移。此时的苏菲帝国神社内，一尊雕像陡然破碎，代表着这尊神奇的灯火也随之熄灭。咦，竟然没死！孔宣大人，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弑神为自己抵挡伤害，并非是吴俊霖的攻击。还真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术法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替身。被五色神光照耀的安倍晴明身上就仿佛被烈焰灼烧了一样，一位位弑神虚影自他体内飞出。然而刚一接触到五色神光，当场化作飞灰。苏菲帝国的神社内灯火也一盏盏的熄灭，那些觉醒这些弑神的神眷者们，同时也会被剥夺走力量，这让苏菲帝国看台上的人不由得大喊起来：请晴明大人赴死，我们苏菲国不能这样耗下去了。晴明大人还请放弃抵抗吧，再耗下去，我们苏菲国的神奇都要死光了。安倍晴明，你是我们的英雄，还请像个武士一样自裁吧。你的信徒似乎并不愿意活下去啊！还真是遗憾啊，只差一点就能唤醒体内沉睡的那个人了，我输了。失去信仰之力的安倍晴明没再召唤弑神替自己抵挡五色神光，身体开始一点点的消散。突然，一道刺目的红光亮起，一条巨蟒的身影一闪而逝。那是8级大神吗？还好没让他召唤出来，不然以孔宣现在的实力，怕是胜负难料了。毕竟孔宣现在才刚回归，还没有获得信仰之力。现在我宣布，第一场神战，华夏帝国获胜。无敌大神牛逼！无敌大神，我要做你女朋友。接下来有请第2组选手出场。干得不错，下去休息吧，剩下的交给我们了。将军别着急，我还要多打几个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胡闹！这种战斗岂可儿戏？能赢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他真以为自己每次都能召唤出强大的神奇不成？将军可有纸笔？什么？我把之前造化之门内出现过的神奇名字、身份写下来，将来其他人遇到了也不至于认不出来。我们华夏神明众多，我每多进入一次造化之门，就可以多唤醒一位。纵使我真的生死，也死而无憾了。我刚才还以为他是要出风头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少年强则国强，这孩子有心了。第2场比赛由华夏帝国无敌对阵苏菲帝国英本英，请双方选手进入造化之门。英本英深深地看了眼无敌，然后大步踏入造化之门。无敌没有急着进去，而是想看看对方准备选谁。可华夏的观众却开始着急起来。他在做什么？怎么还不进去啊？时间就剩1分钟了，来得及吗？无敌大神糊涂啊！看苏菲帝国的神奇有什么用？赶紧唤醒我们华夏的神明啊！就在时间还剩50秒的时候，造化之门里面的英本英终于选定了神奇，无敌也不再迟疑，转身进入造化之门，最后停留在一名手持9齿钉耙的威武将军身上。就你了。这小子疯了吗？他觉醒的是妖族力量体系，他怎么敢去唤醒人族神明？完了，贸然召唤别的体系神明，这是大忌，到时候2种力量体系冲突，他必死无疑。北斗9层，因化分金而为9神。晚辈无敌，恭迎天河之主天蓬元帅朱刚烈降临。成功了，不愧是无敌大神，1个字，牛逼！不过刚才还是一位威武不凡的将军，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头猪妖了？哼，什么猪妖啊？会不会说话？这是天河之主天蓬元帅大神，没看到那金色品质吗？天蓬元帅吗？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我记得好像国家资料库里面有这个名字，当时跟齐天大圣孙悟空记录在一起。你这小王居然知道俺老朱的本名，你召唤我所为何事？异族邪神入侵我华夏，晚辈恳请天蓬元帅大人镇压这些宵小毛神。打架嘛，没兴趣，你去找那只猴子去，他喜欢打架。您本是9大星君之首，却因为卷入权力内斗，成为权力的牺牲品，最后被贬下凡间，投了猪胎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您甘心吗？你说什么？
只要您愿意参战，终有一日我会唤醒满天诸神还您清白。哼，就凭你嘛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这个怎么样？要皇帝剧嘛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区一头猪妖也配做我的对手。裁判，我要选择场地。你想选用什么场地？我选择海洋卫战场。华夏选手有没有想要选择的场地？如果有不同的选择，那就抽签决定。无所谓，海域就海域吧，弱者才会抱怨环境。这位可是在弱水河都能自游泳的存在，居然在他面前玩水，玩不死你们。你保护好自己，俺老朱去就会。我这辈子除了我师父以外，最讨厌光头，尤其是和尚。你很不凑巧，两样都占了。哼，区一只低等猪妖，竟然也敢口出狂言，看我不撕了你！水龙卷。雕虫小技，也敢在你朱爷爷面前班门弄斧，给我报！暗流涌动。不，你这种臭鱼烂虾，用9齿神耙，简直都是大材小用。该死的猪妖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嘿，区一只死掉的鲶鱼精，也配成什么？给我死去！9齿神耙，变天，排山倒海。谁赢了？天蓬元帅实力这么强，应该不会输吧？可是他怎么还没出来呢？我们赢了。我就说，区猪妖怎么打得过海房主大人呢？话音刚落，海房主的身体便一点点裂开，瞬间爆碎开来，鹰本鹰也随之一同消散。猪八戒从海中腾飞而出，可刚回到擂台，就一头栽了下去。天蓬元帅怎么会这样？俺老朱好啊！食物供奉快啊！这一刻，国民们也都纷纷忙碌起来，上到美酒佳肴，下到瓜果零食，全都摆放到桌案上，心里默念天蓬元帅的名字。很快，一道道供奉食物出现在神话擂台上。猪八戒勉强打起精神，开始大口大口的咀嚼。很快，地上的食物被猪八戒清扫一空。虽然没有恢复多少实力，但至少不至于虚脱了。好了，小子，俺老朱答应你的事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。华夏诸神都处于自封状态，如果没有供奉信仰之力，恐怕很难唤醒他们。猪八戒说完，随手将9齿钉耙扛到肩上，洒脱的离去。无敌只觉眼前一片模糊，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这就是咱们华夏的神啊！哪怕人类忘记了他们，但在危难关头，依旧愿意挺身而出。恭迎天蓬元帅归位。这一刻，华夏万神殿内又多出一尊神像和神位。第3场比赛，请双方派出代表。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该我们了。我还可以的。华夏是所有人的华夏，你有如此天赋，将来少不了你来扛大旗。现在就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为你们在这一次风雨吧。老龙，这一场还是我上吧。你留着压阵，我感觉樱花帝国那边估计会派冈本次郎出场。老薛，你不必多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我们是军人，一切为了华夏。冈本次郎，可敢与我一战？真居北斗星少小，剑挂南宫月角，到我罪来真个罪，不知仇是怎生仇。晚内薛家祥恭迎8贤之一，纯阳真人吕洞宾降临。不要啊，不要选吕洞宾了，选左边第2位啊。怎么回事？老薛能召唤自己的本命神奇，这是好事，为什么还要选未知神奇？无敌没有回答龙野的问题，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位老农身上。知道薛家祥激活了吕洞宾，他这才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华夏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连先祖都没人认识？
不孝子孙无敌，拜见华夏先祖炎帝神农氏。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那位真的是我们华夏先祖？衣着敝履，尝遍百草，与蛮兽抗争，开垦农业，带领华夏族人建立部落，后与人祖黄帝联合建立华夏文明。三皇之一炎帝神农氏，我等后世子孙不说敏感五内，但怎敢遗忘？先祖放心，华夏历经5000年风雨，又岂会在这里倒下？小子不才，但也愿用手中3尺清风，为我华夏展出一片乾坤。不孝子孙李建国拜见老祖宗。不孝子孙拜见老祖宗。像是感应到了众人的祭拜，神农氏的神像微微动了一下，手中的草药脱离手指，落在吕洞宾跟前。去吧，多谢先祖赐福。擂台上，薛家祥一边跟冈本次郎交手，一边寻找对方的破绽。另一边的吕洞宾手持刺羽墨交剑，抵向着精妙的剑势跟虚之缠斗。他虽然剑法精妙，但奈何力量他没有完全恢复。面对须知左男这种以力破强的打法，感觉处处受制。突然，修身骑士开始陡然爆炸，手中墨交剑剑芒吞吐。哼，你以为燃烧自己的神性就可以与我一战了？还真是天真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路刃丹青，行杀火力，斩石沉石，群魔起命，击啄阳心，摧显显肉，太极纯阳剑。有点意思。黑眼，我有言之道有用。聚合斩。神位领域，抓住你了，老鼠！九转攻城数进前，开炉锅顶见金丹，三花聚顶，武器朝元。疯子竟然不惜毁掉自己的神性来提升自己，就算赢了我又如何？你一样会死。历经千灾万劫，好不容易修成正果，今日一朝散尽，确实挺可惜的。那你还敢这么做？没办法，谁让我贪恋红尘呢？神也好，人也罢，从本质上来讲，对我都一样。当然，像你们这种天生的神明是不会懂的。这一剑是我代表凡人而问，以剑论苍天，何为神？长剑发出阵阵剑鸣，气势不断攀升。这一剑代表着天下人的意志。须知左男怕，他能感觉到，如果这一剑落下，他可能真的会死。不，我是不会死的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凡人？神位降临，须知左男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原本正在跟薛家祥战斗的冈本次郎身体一僵，好机会！长剑毫无阻碍地刺穿冈本次郎，然而下一秒，他手中的长剑却毫无征兆地被一层黑烟笼罩，顿时化作一滩金属液体。薛家祥脸色骤变，连忙抽身后撤，可惜依旧晚了一步。此时的冈本次郎已经跟须知左男融为一体，随手一击就直接将他的一只手臂给斩落，黑色火焰迅速覆盖断臂，眨眼间便将其烧成灰烬。血脉亲和度70%。不只是华夏众人，就连其他国家的高层也纷纷震惊。一位血脉亲和度超过70%的神眷者，本命神奇还是战力超强的金色品质，绝对是当时战略性人形武器了。日不落帝国首座直接下达命令，通知下去，等比赛结束，对失败的一方开战。另一边的天竺国高层则是两眼放光，没想到樱花帝国还有这种底牌，我们真应该感谢华夏，要不是他们这么努力，说不定吃亏的就是我们了。通知阿米尔他们准备随时开战。今天我们定要让梵天神的光辉照耀整个东方。不，我的萨尔曼大人，他们不配享受梵天神的光辉，他们只适合成为湿婆神的祭品，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。阿弥陀佛，苦海如边，回头是岸。如果他们愿意归入我佛门，我佛如来也会收留他们。擂台上，薛家祥正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，他的血脉亲和度只有49%，还差一点就能借用神力。另一边的冈本次郎已经提剑冲来，是要将薛家祥的头颅斩下，吕洞宾却正在蓄力状态，根本无法脱身。难道天意如此吗？
我不甘啊！明明差一点就胜利了，如果能再多为吕洞宾争取一息时间也好啊！华夏帝国的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部都沉默了，悲痛且沉重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华夏区域的看台。不对，还没输，我们还没输。怎么还不宣布结束？冈本次郎等待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，可过了半天，主持人波比依旧没有出现的意思，这让他心里隐隐有一丝不安。你不甘心是吗？我也不甘心。老子千百年苦修的道果都不要了，怎么能倒在这里？哪怕是死，也得替众生问出这一剑。纵使不入轮回又如何？我乃红尘剑仙吕洞宾。吕洞宾撞过疯魔，没有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取而代之的是凌厉的剑意。一株不起眼的草药自他胸口飞出，然后缓缓落到薛家祥的躯体上。降临！我赢了，华夏必胜！我们赢了，华夏必胜！华夏必胜！华夏无敌！华夏无敌！华夏观众席各种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可无敌的面庞却已经被泪水打湿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薛将军和吕洞宾的身线开始缓缓消散。我乃红尘剑仙吕洞宾，我华夏男儿岂会怯战？纵使不入轮回又如何？恭送吕祖薛将军归位。本次神话擂台获胜者华夏帝国，苏菲帝国并入华夏帝国版图。本次神话擂台结束，天竺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。希腊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。教皇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。埃及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。该死，这群混蛋竟然联手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应战了。无敌，你说怎么了？小子打算跟天竺帝国进行幻冥神战。什么幻冥神战？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天竺帝国神明多如牛毛，而且传承完整。如果我说我们的神明更多呢？就算我们的神明3个打他们1个，还能有2个在旁边拿衣服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华夏神话断层这么严重，数万名专家学者日以继夜分析，这么多年也不过500多位。我知道你们不信，我现在就把部分神明的资料写给诸位看。无敌说着，从口袋里取出笔和本子，写了下：盘古开天辟地，红金路压传道，龙凤麒麟出世，女娲补贴奏人，3012祖必晋东皇太一。随着神明的资料越写越多，帝建国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。直到墨水写干，一群将军们都被震惊到忘记了呼吸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谁来打我一下？真讨不是做梦，我没看错吧？3坛海会大神居然只是天庭的一名神将，上面还有这么多大神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华夏又何惧小小天竺？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就算有了名单，可我们也不认识。不对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神明名讳的？不敢隐瞒诸位，小子在觉醒前1天，一名自称女娲娘娘的神明托梦给我，他不忍我华夏此名就此覆灭，所以带我游历了一次天庭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我需要验证一番才行。没问题，要怎么验证？小王，你去取几张神明的发像过来，让无敌辨认一下。很快，王秘书便取过了一沓照片。李建国随手抽出几张，放到无敌面前，让他辨认。这些并非正统神明，而是死后被人供奉的婴灵。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为人忠义无双，死后被后人尊为武圣。手持书卷，一副谦卑模样的老者，名为孔丘，乃是儒家创始人，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人之一，被后人尊称为孔子、孔圣。至于这最后一位，这是我们在陕西境内发现的古墓，只知道他是一位帝王。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墓室内发现大量陶俑？千军万马，从兵卒到将军应有尽有。墓室里面是有9阶天梯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我知道此人是谁了。纵横8方，横扫6合，统一整个华夏，让华夏书同文，车同轨的千古一帝，秦始皇嬴政。龙将军，能否带我去万神殿看看？龙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万神殿，不过也没有拒绝，直接带着无敌离去。首座，这小家伙的话可信吗？虽然有些荒唐，但应该不会有假。刚才那3张图不就是证明吗？或许真是女娲娘娘托梦也说不定。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既然他有信心，我们也不妨信他一次。我们华夏沉寂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让这些家伙看看我们华夏的反击了。龙将军，怎么激发血脉亲和度？我觉醒的本命神奇好像还没激活血脉。这不是小学时候讲的知识吗？你不知道？我上小学学的是1+1等于2，好吧？众所周知，我是学渣，不知道这些事应该很正常吧？血脉亲和度取决于你对这则神器的了解，你对它了解的越多，亲和度也就越高。此阵，这还不够吗？行吧，让我试试。太阳星内日月2尊大日金乌，其兄弟剑，其弟东侯太一，两兄弟战力无双，成为众妖之首，万妖之皇。无敌每念一句，身上的光芒便亮一分。等他念完最后一句时，浑身上下已经被刺目的光芒包裹，整个人璀璨的宛如太阳一般。血脉亲和度99%，他是神明转世吗？除了神明本身，谁还有这么高的亲和度？他是亲儿子都不行吗？万神殿内一直居于最高处的帝俊神像陡然变得鲜活了起来，一道虚影浮现，目光仿佛透过虚空直视本质。还不等他有所动作，一道道锁链自虚空垂落，朝着他缠绕而去。你们以为抹去我们的真名就可以侵占我们神州吗？真是可笑！帝俊冷哼一声，锁链寸寸断裂，而他的身影也随即消散。只是在他消失的瞬间，一枚羽毛缓缓飘落。无敌此时只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，仿佛只要他心念一动，就可以毁天灭地一般。无敌重新落到地上，收敛起刚获得的力量，只见一片羽毛正朝着这边缓缓飘来，还不等他仔细观察，那枚羽毛便直接融入他的身体。你的额头。我的额头怎么了？你的额头上竟然出现了神纹，据说可以跟神明沟通。因为刚才的异象，华夏高层纷纷赶到万神殿。刚才那耀眼的光芒是怎么回事？龙爷把之前的事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，听得众人目瞪口呆。你是说无敌的血脉亲和度达到了99%，还激活了神纹？李建国沉思片刻，看向无敌：我们可以相信你吗？为什么不呢？好，这次与天竺帝国的幻冥神战由无敌全权负责，所有人不惜一切配合他行动。晚辈定当竭尽全力，为华夏杀出一条通天大道。龙将军，您的本命神奇是哪吒吧？我来帮你提升一下亲和度吧。无敌的动作很快，在纸上奋笔疾书，然后递给龙爷。头戴如意乾坤圈，臂缠灵宝混天绫，手持笑意火尖枪，脚踏无敌风火轮，3头6臂9转莲花身。龙爷按照纸上的文字，每念出一句，身后的哪吒虚影便多出一种能力，并且凝时一分。当他念完所有的内容之后，整个人已经变成了3头6臂的哪吒形象。哈哈哈，这就是血脉亲和度99%的感觉吗？我觉得我一拳就能干掉一个苏菲莎。龙将军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能不能潜入天竺帝国，提前把他们参赛的选手都给宰了？当然可以，我现在感觉我已经强得可怕了。好，这个想法好啊！谁说神战期间就不能线下战斗了？龙爷负责线下牵制，无敌就在擂台跟他们打神战。龙爷打了声招呼，踏着风火轮朝天竺国飞去。神明擂台这边，华夏与天竺的国运之战也即将开始。鉴于被挑战方华夏帝国的要求，本次神话擂台采用幻冥神战方式，比赛将于1分钟后开启，请双方代表尽快递交名单。全球神明觉醒，西方诸国欺我华夏无神，纷纷发起国运擂台战。无敌肩负护国使命，与天竺帝国进行幻冥神战。什么？华夏人居然选择幻冥神战？哈哈哈哈哈！他们这是自暴自弃了吗？师婆神的光辉注定要照耀在华夏帝国，也许他们想早日皈依我佛门也说不定。天竺帝国与华夏帝国神战正式开始。随着波比的话音落下，天竺方直接召唤出阿修罗。无敌轻笑一声，便踏入造化之门。生肉轰雷，嘴若雷，穿筋度慢入难进，食肉饮血侵人体。唯我洪荒文道人，晚辈无敌，恭请文道人降临。文道人是文字精吗？他该不会是想召唤一只妖怪文字来战斗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无敌大神糊涂啊！对面可是阿修罗，他召唤出一只蚊子精做什么？别瞎说，说不定无敌大神这是在田忌赛马，用一位小神来换掉对方的主力。
哦，华夏这是想笑死我们吗？居然召唤出一只蚊子精！阿修罗神要是一巴掌给他拍死了，是不是太没意思了？那就是你给我供奉的血石吧。算了，我饿了，先去打打牙祭。还不等无敌反应过来，文道人就直接消失在原地。下一刻，擂台上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。只见原本凶焰滔天的阿修罗被一层红光覆盖，仅仅不到10秒，惨叫声戛然而止，阿修罗也化为了齑粉。7分饱，不过这个血石身上有那群秃驴的气息，影响食欲，下次别供奉这种血石了。全场一片死寂，足足过了10几秒钟。华夏观众席这才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，太牛逼了！这是什么神？太强了！呵呵，7分饱，我的天啊，这也太霸气了吧！我有罪，我不该怀疑无敌大神的眼光。佛门太废物了，还战神呢，竟然连一回合都没坚持住。这次换我们12柱神来对付他。另一边，文道人在吃掉阿修罗之后，就准备转身离去。前辈，您刚才说7分饱，您看来都来了，要不再多吃2口？哦，还有祭品吗？有，还挺多的，就怕您吃不完。你小子不错，有心了，难怪帝君那家伙会选你当继承人。前辈认识妖皇大人，继承人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？那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来的？无敌正准备开口解释，天竺那边召唤出一尊神明，手持草叉朝着文道人的头颅刺去。文道人头也不回的随手一挥，一片红光将那名神奇笼罩。仅仅一个呼吸间，那位神奇也步入了阿修罗的后尘。没事了，我们继续。刚才说到哪了？对，我的印记是在捡到一根金色羽毛后突然出现的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。这就对了，那根羽毛是帝俊身上的灵羽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他们被困在……文道人好像说了什么，可是无敌却一个字都听不到。文道人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，眉头微蹙。有人不想让我说出真相，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尽快赢回诸神，否则……操，烦不烦？什么都不让说，信不信老子拆了你们的神庙？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虚空中浮现出无数金色的朝着他缠绕过去。小子，我先处理一下私事，就不帮你打架了。记住，早日打开造化之门，赢回诸神。前辈，您还没告诉我要怎么打开造化之门呢？点燃神火，激活气运。文道人的声音断断续续传入无敌的耳中，直至彻底消失。华夏可还有神明出战？阳盛忍面，腋下生木，五指人爪，如木不尊，晚不无敌，应是君之饕餮降临。无敌话音落下，一只狰狞巨兽便跳了出来，还不等无敌开口，就看到饕餮朝着天竺神明方向扑去。天竺那位神明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被饕餮一口吞下。还有吗？我好饿。有，饕餮前辈尽管吃，管饱。天竺方代表不停地召唤几样神器，饕餮也是来者不拒，对方召唤一个，他就上去吃一个，最后干脆懒得跑了，直接趴在那名天竺代表跟前。够了！一道威严的声音自擂台上响起，只见一名赤裸着脚、额头生有一枚树瞳的4臂魔神降临。国运擂台，神明对决，饕餮却把战斗变成了自助餐，一口一个小卡拉米。眼看天竺帝国的神明快要被吃光时，湿婆神心中大怒。不顾擂台规则，真身降临下来。够了！话音刚落，一股恐怖的力量毫无征兆的降临，仿佛只需一个眼神就能摧毁一切。恭迎神王湿婆降临。就是你屠杀了我们天竺之神，使用如何？好打，那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资本猖狂。湿婆语气冷漠，3只眼睛同时看向饕餮，说着就要对饕餮出手。然而下一秒，无敌眉心处的印记散发出璀璨的光辉，一座宏伟的宫殿虚影浮现在他身后。湿婆，你敢违背约定？先破坏规则的可是你们华夏文道人。文道人不属于我们华夏神系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可他代表你们华夏神系出战了。他是自由选择的，如若不服，你也可以让你们的信徒为天竺出战。湿婆闻言，脸色变幻不定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饕餮的身影自擂台上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无敌开始了新的神明召唤。晚辈无敌，恳请执掌汗颜之力，光与热之神女拔降临。是你唤醒的我吗？所为何事？晚辈无敌，见过神女拔殿下。拔的面容闪过一丝悲伤，世人都喊他汉拔，对他避若蛇蝎，骂他灾星，说他是祸害。又有几人记得他也曾经是一位神女？哎，
你是何人？为何我从未听说过华夏有你这尊神级？我并非神，我只是一个无法轮回的孤魂野鬼罢了。孤魂野鬼，你们竟然派一位连身位都没有的无名小卒来羞辱我！天女拔感受到师婆的杀意，眼神之中多出一抹凝重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子！女神小心啊！完了完了，漂亮女神要死了吗？天竺的狗屁湿婆神竟然不讲武德搞偷袭，太卑鄙了！华夏区的观众义愤填膺，突然一阵刺目的光芒冲天而起。春一点，风飞上的蝶，色轰轰烈烈。师婆刚才的攻击竟然没能伤他分毫。是了，她可是人祖皇帝的女儿，曾经经历过逐鹿之战的女武神。我人族皇帝之女拔，请赐教。汉拔的声音坚定无比，当再次抬起头时，他脸上的迷茫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战意。记住，杀你的乃是天竺12柱神之首，师婆。太厉害了，汉拔竟然能跟师婆打得这么激烈。原本欢呼雀跃的天竺观众，在这一刻如死一般的寂静。那可是湿婆神，位列天竺神系最强的神奇，现在竟然受伤了。伤他的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神。终极乐章毁灭。此时的气氛压抑，华夏观众们陷入沉默，他们亲眼目睹了汉拔重伤。我是皇帝之女，怎能在此倒下？汉拔的声音坚定无比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闪躲，一股更强劲的冲击波直接朝他袭来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世间从此不再有汉拔，你们再也不用畏惧我。一滴火红色岩浆自眼角滑落，那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，也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。此时紧张、压抑的感觉席卷整个观众席。天女拔娘娘一定要活着回来！女神姐姐加油！无论是女拔也好，汉拔也罢，您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女武神。无数声低语，就像是无数只萤火虫，带着温暖的祝福融入汉拔的体内。他竟然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华夏族人的信仰。无敌额头上的印记散发出璀璨的光芒，一道金光自他的体内飞出，然后灌输到汉拔身上，而汉拔的眉心处多出一道赤红色纹路。另一边的华夏万神殿内多出一座神像，试验女武神汉拔。感受到不断涌入体内的信仰之力，汉拔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微笑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是孤魂野鬼，而是华夏正统的神明。装神弄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好，或许这才是神女真正的战斗形态。这是我最后的力量，这一战为华夏。他带着众生期盼的赤红色火焰，与12柱神的力量碰撞到一起。此时的擂台上，师婆半边身子消失，而汉拔则站在那里巍然不动。华夏观众全都死死地盯着擂台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下一刻，汉拔的身体开始化作无数火星，一点点消散，师婆的身体也随之倒下。本回合比赛天竺胜。众人下意识握紧拳头，满心不甘，因为汉拔面对的不是一位神明，而是天竺整个神系。强忍着心里的悲痛，无敌朝着汉拔消失的方向躬身行礼。恭送赤焰女武神汉拔归位。恭送赤焰女武神汉拔归位。他虽然输了，但他却为华夏战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值得华夏永远铭记。赤焰女武神实至名归。而天竺同样不好过，他们虽然赢了，可湿婆神几乎也被汉拔给打废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他们12天柱神之首，是他们神话体系中最强的神器。可众人还是小看了天竺。天空中突然传来若有若无的梵音。
国运擂台，神灵降临，天竺召唤出如来佛祖，无敌已是面如死灰。面对这种大佬，我方若无圣人出世，很难赢下这场比斗。造化之门内的孙悟空却是按捺不住心中怒火，要上台斩杀如来。俺老孙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小子，让我来会会他。大圣，不是我不想召唤您，可我们之前已经败了一场了。小子，你既然能喊出我的名号来，那就知道我与如来的过节。这场让我上。孙悟空的眼神从未如此坚定过。无敌还想说些什么时，原本已经归位的猪八戒竟然出现在擂台上。猴哥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死。孙悟空在听到猪八戒的声音后，神像上的金光却愈发的强烈。呆子，你也没死，师傅他们呢？师傅他们和那只猴子一起失踪了。那只猴子，莫非说的是六耳猕猴？当初真假美猴王一起打上梁山，呸，是灵山。后来在如来的甄别下，孙悟空打死了另一个孙悟空，这会不会是如来部下的阴谋？这就对了，当初死的并非六耳猕猴，而是孙悟空。难怪《西游记》中猪八戒到了后面对孙悟空的称呼就变了。其实他早就知道那并非孙悟空的。若真是这样，那此刻孙悟空的怨气该多大？心念至此，无敌便不再犹豫。手持如意金箍棒，头戴凤翅紫金冠，身着锁着黄金甲，脚踏藕丝布云履，以红云为披风，以齐天为号，晚辈无敌恭迎花果山水帘洞妖王齐天大圣孙悟空降临。顿时，一阵刺目的金光亮起，孙悟空迫不及待从召唤之门内飞出，可身上竟披着袈裟。呀，难道召唤错了？我刚才明明念的是取经前的齐天大圣，怎么会出现斗战胜佛？就在无敌疑惑之际，大圣充满恨意地指向如来。如来老儿，你没想到吧？俺老孙又回来了！你这泼猴，我封你为斗战胜佛，你不仅不知感恩，竟然还对我心怀怨恨，该打！如来说着，便朝着孙悟空隔空拍出一掌，巨大的掌印落下，却被孙悟空一棍子敲散。臭不要脸！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不敢承认？真以为你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吗？孙悟空的话宛如平地惊雷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起来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以为区区一个六耳猕猴就能真的替代我吗？就算夺走我原有的命运又如何？我奉劝你快点把我师父交出来。金蝉子乃是我佛门旃檀功德佛，自然在我灵山修行，反倒是你们两个挤入我佛门，却不守清规戒律，该罚。哼，我师父乃是神州之人，就算入了佛门，那也是神州的佛，与你西天何干？没错，你们佛门的那些妖怪哪个不是坏事做尽？好人都让佛门做了，因果却让唐僧受着，骂名责都留给了我大师兄。随着一件件往事被揭露出来，如来的脸色也变得阴沉。好不容易建立的人设，却被孙悟空和猪八戒这样一搅和，毁掉大半。为了防止孙悟空再爆出更多的八卦，如来再次伸出大手，冥顽不灵，孽障，还不乖乖随我回去？呆子，你先去一旁观战，这里交给俺老孙了。话落，孙悟空当即抽出几个人，结果直接被一掌拍飞。不对，孙悟空不可能这么弱的，好像在刚刚的打斗中，他身上的袈裟突然亮了一下，这才导致他被轻易拍飞的。而且我明明念的是齐天大圣的形象，但孙悟空出来的那一刻，却是身披袈裟的斗战神佛模样。无敌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此时如来的脸上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，紧接着一道金光浮现，眼前便出现了一尊与孙悟空一模一样的猿猴。华夏观众看到这一幕皆是一愣，卧槽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两位齐天大圣，这六耳猕猴当初在《西游记》中可是与孙悟空打得不分上下的存在。而就在六耳猕猴出现的那一刻，孙悟空身上的杀意也毫不掩饰。六耳猕猴见状，只是惊叫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。哼，杀性还是这么大，难怪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孙悟空生性桀骜，哪里会惯着他？手持金箍棒朝前一指，怒道：纵使生死魂灭又如何？俺老孙依旧是齐天大圣，而你只不过是如来的一条狗。真以为披上这身袈裟，你就是佛了吗？当真可笑。什么情况？同样的招式，同样的神通，而且每次都能被对方给挡住或者避开。两位齐天大圣长得一模一样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啊？无敌灵光一闪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
大圣，那只猴子是你的心魔，你越反抗，它的实力也会越强。孙悟空悟性本就极高，顿时就明白了，原来六耳猕猴就是他自己，难怪身上的枷锁始终无法解开，难怪他能替代自己的命运前往西天取经。可这也就意味着，若是六耳猕猴死，那孙悟空也会死。想到这里，孙悟空立马盘膝坐了下来，一道道口诀自口中念出，他每念一句，身上便多出一种意象。孙悟空代表着日藏，六耳猕猴代表着月藏，一龟一蛇代表他的两种星星。大品天仙诀。直到此刻，孙悟空才彻底大彻大悟，两道火光自两人身上亮起，火克金。但此时此刻，却有一朵金色莲花在火焰中缓缓盛开，火中种金莲，五行正式开始逆转。六耳猕猴在看到这一幕之后，脸色终于变了，因为他感受到了本体的召唤，孙悟空要与他融合。龟蛇相盘结，大品天仙诀最后一道关卡。你既然不愿意成为仙佛，现在又为何要夺走我的一切？我若成佛，天下无魔；我若是魔，佛奈我何？话音落下，六耳猕猴彻底与孙悟空融为一体。是了，这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齐天大圣，他回来了。如来老儿，现在该算算我们俩之间的账了。千钧成一羽。怎么回事？我的信仰之力为何突然少了这么多？孙悟空一击得手，立即乘胜追击，霎时间，整座擂台上全是金色的虚影，就连如来的莲台都被砸碎。如来的手中突然多出一只紫金钵盂，朝着孙悟空丢去。孙悟空见状，瞳孔骤然一死，手中金箍棒一抖，改砸为挑，将紫金钵盂挑到自己手中。这难道是师傅的那个钵盂？可该小心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这时的猪八戒也一个闪身，飞向了天竺。此刻天竺帝国内经过龙烈的震撼，各个城市的神庙十不存一，整个国家的国运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下降了3成。飓风、海啸、暴雨、洪水，还有地震不断发生。天竺高层震怒不已，但却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单打独斗，没人是他们的对手。突然，剩下的神庙中全都散发出金色光芒。只见八戒张开大嘴，站在半空中，无数贡品、信仰之力被吸入口中。天竺被唤醒的神灵纷纷显出虚影。大胆，竟敢偷吃我等的供奉和信仰！滚！俺老猪乃是佛祖亲口封的净坛使者，有权享用一切供奉，谁敢拉我？很快，仅存的佛门神庙内信仰之力便被他吞噬一空。猪八戒不敢有片刻耽误，身影一闪，重新回到神话擂台上面。此时的孙悟空已经开始石化，现在一大半身躯都变成了石头。猴哥，你千万要挺住啊！猪八戒双眼一红，张开大嘴，大量的信仰之力宛如潮水一般涌入孙悟空的体内。原本看戏的如来见到这一幕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孽畜，你竟敢劫取我佛门信仰！俺老猪乃你亲口所封的净坛使者，有权享用一切信徒的供奉，难道佛爷忘了吗？当初如来为了羞辱华夏神祇，给猪八戒封了个净坛使者，意思是他只配自己的残羹剩饭，却没想到猪八戒竟然利用这个身份劫取了信徒供奉的香火。伴随着大量的佛门信仰之力涌入孙悟空的体内，原本石化的身体也开始一点点恢复。可无论怎样，孙悟空却一直无法苏醒。以机关算尽又如何？他身具魔性，根本无法吸纳佛门信仰，死亡早已经注定。猴哥，弼马温，你赶紧给我醒过来啊！如来偷袭成功后，却没想到猪八戒利用他给的身份，劫取了大量的信仰之力，去拯救孙悟空。为了不留变数，如来再次出手。孽畜，留你不得！猴哥，弼马温，你赶紧给我醒过来啊！猪八戒睚眦欲裂，但根本无法阻止。他不是参战之神，可以辅助，但是无法对手。巨掌打在孙悟空的身上，将他拍入地。手掌化作一座大山，彻底将孙悟空给镇压。孙悟空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再次被压入五行山下。就在他意识即将模糊时，隐约听到一阵蝉鸣声，一位步履蹒跚的年轻和尚自远处朝他走来。师傅，是你吗？悟空，为师来晚了。佛法可以度人心，却度不了人性，为师错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您想做什么？善恶皆在一念之间，希望我的这颗佛心能够化去你心中的戾气，助你早日修成正果。永别了，悟空。唐僧说完，身体缓缓消散，最后化作一颗舍利子，缓缓没入孙悟空的体内。他那颗原本已经被匕首刺穿的心脏，突然开始散发出金光，匕首被挤压出来，落在地上，
舍利子所化的心脏开始缓缓跳动起来，一滴眼泪自孙悟空眼角滑落，他的意识也逐渐回归，感受到身上传来的压力，两团火焰自他双眼再迸发出来，双手撑着地面，开始一点点用力，山体开始颤抖，无数碎石从上面落下。齐天大圣加油！齐天大圣加油！大圣加油啊！给俺老孙开！师傅，俺老孙答应你，会替你好好守护这片世界，绝对不会让他们的野心毁掉这里。如来，我且问你，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佛？修行千载，了却世间因果，方为佛。不，你错了！只要一心向善，人人皆是佛。狂妄！你这是对我佛的挑衅吗？这就算狂妄了吗？邪魔入侵，尔等神佛不想着庇护众生，只顾眼前的羊羊狗狗，你也配称佛？孙悟空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，手中金箍棒顿时燃烧起一层火焰。若神界都如尔等这般，那不要也罢。金箍棒携带着万钧之势，重重地砸在如来身上，如来身上金光破碎，一缕鲜血自他嘴角溢出。怎么回事？我的信仰之力怎么断了？身为佛祖，不想着庇护众生，却只想着从世人身上获取信仰，真以为世人都是你们圈养的牲口吗？口口声声让众生回头，你可曾回过头看一眼这满目疮痍的世界？第四棍落下，如来的身体爆碎，化作一片血雾。天竺境内一些信徒发现自己供奉的神像开始出现了裂痕，直至砰的一声化作齑粉。如来死了，被孙悟空四棍给打死了。看着手持长棍屹立在虚空中的身影，观众席上一片死寂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强如释迦牟尼这种神王级强者，竟然会输在一只野猴子手中。耶！大圣爷牛逼！不愧是齐天大圣，太猛了！从今往后，我谁都不服就服大圣爷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恭喜华夏帝国赢得本次幻冥神战的最终胜利。不可能，我们天竺还有那么多神明没有出战，怎么可能会输？黑幕绝对是黑幕。天竺诸神无人愿意出战，所以判定你们输了。谁还有意见？请华夏代表选取你们的战利品：一、天竺帝国5成国运；二、造化之药；三、天竺帝国1半土地人口。无敌，选择5成国运吧，这对我们华夏太重要了。小子，别听他的，选择造化之药。猴哥，这造化之药是什么东西？比5成国运还要珍贵吗？那是诸神回归的坐标，一共有5个。当你聚齐之后，便可以重新打通神界与人间的通道，引诸神真身回归。猴哥，能不能跟我讲讲诸神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华夏的神集体消失，就连名讳也没留下几个？有些话俺老孙不能说，你只需要记得尽快凑齐造化之药即可，到时候自会明白一切。俺老孙也该走了。俺老孙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这地煞72变和筋斗云神通就当是送你的礼物了。多谢猴哥。无敌一边感谢着孙悟空，一边偷偷瞄着猪八戒，满心期待。猴哥都给东西了，你这二师兄总不会不给吧？你瞅俺老猪做什么？能教的猴哥不都教你了吗？罢了，这吞天元气传给你吧。嘿嘿，好了，此件事已了结，俺老孙去也。猴哥，等等我。晚辈无敌，恭送齐天大圣、天蓬元帅。能吹天的暗，善刮鬼神愁，裂石崩牙颚，催人命急休。晚辈无敌，恭迎黄风大圣降临。妖皇的气息。晚辈无敌，见过黄风大圣。你既是妖皇传人，也算是我们妖族少主，除了妖皇陛下和圣人，没人能受得起你的礼。黄风大圣，我已经知晓此事，不必解释，我们出去吧。无敌和黄风怪回到擂台后，发现
日不落帝国的神眷者也已经出来，却没看到他召唤出来的神器。正待无敌疑惑时，突然感觉到周围似乎有些昏暗，于是便抬头看了眼天空。可就是这一眼，差点没把他给吓死。只见一只狰狞恐怖的蛇头正处在他的头顶俯视着他。竟然是城市巨蟒叶梦家的黄蜂前辈，麻烦您了。风姐，黄沙漫天。可怜的华夏神明被叶梦家的大神一尾巴给拍成渣渣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华夏陵园购了。我早就说选什么都比选这只老鼠强吧，这下我们完蛋了。你在这放什么彩虹屁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无敌大神还好好的，这就说明黄蜂大圣还没死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一声惊呼后，只见沙漠之中竟然出现了第二条叶梦家的巨蟒。我的天啊，怎么会有2条巨蟒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，1条都无法对付，更何况2条。我操，又1条巨蟒，出现3条巨蟒了。就在众人还在震惊时，另外2条巨蟒突然朝着海边的耶梦加德冲去。无敌也在感慨黄风怪的幻化之术。突然一道剑芒闪过，无敌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果然还只是个新人啊，神战之中还敢分身。这些该死的混蛋，我去给无敌报仇。等等，还等什么？无敌已经死了，如果我还不出手，我们华夏就要彻底输了。不，我们还没输，黄蜂大圣不是还在那好好的吗？就是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。众人还在疑惑比斗为何没有结束，黄蜂怪却是手提油灯吹出一股沙尘暴，半晌之后，漫天黄沙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的沙漠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蛇头从黄沙中窜出，一口咬向黄蜂怪，可刚到一半时，便直接化作灰飞。另一边的日不落帝国神眷者正一脸茫然地看着无敌。神战之时还分心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本场擂台战，华夏帝国获胜。无敌大神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好像是诈死，可是他怎么做到了？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只是一点小手段而已，本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却没想到误打误撞救了自己一命。原来是早在上擂台之前，无敌就偷偷使用72变，用一根头发变成自己的模样，而他本体却是变成了一只虫子，趴在了分身的身上，所以才有了之前的一幕。好了，此间事了，我也该离开了，你且上前一步。这是什么？你这位我妖族少主，又怎能缺少杀伐之术？你刚才帮了我一次，这9枚神风就算是给你的回礼了。恭迎妖族黄蜂大圣归位，这些大佬不愧是讲究人，走了还不忘送我一种神通。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话，估计4大帝国打完，我都能原地成仙了。无敌还在那美滋滋的打着如意算盘时，一位身材火爆的金发美女已经来到了擂台。小帅哥，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日不落帝国？以你的能力，只要过来，你想要什么都能满足你的哟。我呸！臭不要脸，竟然对无敌大神使用色诱！无敌大神千万不要理他，我和我的闺蜜都能当你的女朋友。无敌大神莫慌，让老大来帮你解决这个妖女。我说大吗？你来的时候没有照镜子吗？你脸上的粉掉了。法克，待会老娘一定要活剐了你！请双方选手进入造化之门。太阴化身，虚伪表质，龟蛇台形，含有9地，统摄万灵，晚辈无敌恭迎4圣兽之玄武降临。一道金光自玄武神像上射出，直入苍穹，整个造化之门内变成一片汪洋。玄武也苏醒过来。你身上有帝俊的气息，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若非规则限制，我真想一口吞了你。尼玛，你到底是跟谁一伙的啊？有劳前辈了。玄武没有搭理他，自顾自地走出造化之门。当无敌回到擂台后，对面召唤出来的竟然是一头西方的龙，一个名字便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这是毒龙尼德霍格吗？他可是诸神黄昏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，算是北欧神话里最顶尖的战力了。看到玄武出来，尼德霍格直接张开巨口，喷吐出大量毒液。玄武也没闲着，尾部的蛇头猛然探出，一口咬住尼德霍格的7寸位置，一团雾气也从玄武口中喷出，尼德霍格瞬间被冻成一个冰雕。玄武用力一震，直接给崩碎了。卧槽，这么猛的吗？仅只用了2分钟结束战斗，这简直就是碾压！不愧是4圣兽啊，这安全感直接拉满。无敌也没想到战斗居然结束的这么快，很快他便意识到不对劲了。不，他还没死，对面的神眷者没有消散，波比也没出来宣布比赛结束。原本准备离开的玄武闻言，扭头看向地面，
发现碎片上竟然腾升起阵阵黑烟，也意识到了不对。这是死亡之力吗？玄武话音刚落，尼德霍格的残躯已经快速聚合起来，身上散发着死亡气息。一声龙吟，他冲天而起，再次对玄武喷出毒液。一层水雾也从玄武身体周围升起，将他笼罩其中，隔绝了外面的毒雾。震月，玄武一脚踏出，霎时间天崩地裂。飞在高空中的尼德霍格就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到了一样，整个身体垂直的掉了下来。此时的尼德霍格被重力死死的压制在地面上，根本无法动弹分毫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玄武朝他走来。不错，在我的大地之力下，竟然没有摔死。不过你现在可以去死了，粉碎！玄武再次抬起一条宛如天柱一般的腿，朝着尼德霍格的脑袋踏去，粉碎！尼德霍格对着玄武就是一口龙息，一团火焰瞬间包裹住玄武全身。这是来自火焰巨人希尔特尔的永恒之火。炙热的火焰在玄武身上灼烧，但这并未能阻止玄武的巨足落下。巨足落到尼德霍格的头上，直接将他的头颅给踩爆。可他却并没有死，而是再次复活，浑身上下都被火焰包裹着。玄武看到这一幕，张口就喷出一股寒气，大量的白雾升腾而起，将两只巨兽的身形逐渐给淹没。尼德霍格虽然实力不如玄武，但他曾经吞噬过北欧诸神的尸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就是北欧诸神的结合体。玄武这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北欧神界啊！就在无敌还在思考怎么帮助玄武之时，两条黑蛇张着血盆大吼，猛然朝他扑来。无敌随即一个后空翻，筋斗云。法克，这都能让你跑掉？另一边，尼德霍格化身火龙，不停地对玄武喷吐火焰，整个空间化作一片火，变得灼热无比。玄武大神不会被烧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没看玄武大神被烧了这么久，连一声都没哼吗？这才是真男人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只见擂台上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火红色的大鸟。那只鸟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吧？凤凰不是百鸟之王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擂台规则又变了？不，那不是凤凰，是朱雀。天啊，这是玄武大神召唤出来的帮手吗？胡迪也注意到朱雀的出现，只不过他有些想不通。神话擂台上明明规定只允许神明独自参战，朱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传说是真的？五圣兽其实是一体。朱雀之魂在出现的瞬间，双翅一展，直接冲向尼德霍格。尼德霍格此时被重力压制，无法只能不停地喷火来阻止对方靠近。然而他的火焰龙息落在朱雀身上，不仅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助长了对方的威势。不死鸟！天啊，华夏怎么会有不死鸟？作弊，这绝对是作弊！我们神系的不死鸟怎么会被华夏召唤出来？玄武刚一脚把尼德霍格的头颅踩碎，可他非但没有死，反而又觉醒了永恒之火。玄武见状，竟直接召唤出朱雀。被镇压的尼德霍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永恒之火被朱雀吞噬，可没想到原本包裹尼德霍格的火焰，竟直接将他烧成了飞灰。老乌龟，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不，海拉大人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本场擂台战，华夏帝国获胜。这次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哼，若非当年与女娲有约定，我才懒得理会你们这些破事。你们人族自私自利，当年既然放弃了信仰诸神，现在又何必求我们帮忙？还请玄武大神恕罪，我等知道错了。身披国运龙器，看样子你就是这一代的人族首领，可惜太弱了。前辈先前教训的事，使我等后人无知，才会酿成今日大祸。但请前辈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我等已经重建万神殿，今后香火供奉定然不会再断。还请上仙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想获取诸神的谅解，不如先得到你们先祖的回应再说。恭迎四圣兽之玄武归位。随着话音落下，四道光柱冲天而起，空中四圣兽的虚影浮现。北方玄武归位，南方朱雀归位，东方青龙归位，西方白虎归位。四圣兽按照各自方位镇守一方，华夏国运再次保证。就在众人以为这就完了时，又一只龙首、鹿角、狮眼、虎背、熊腰、蛇鳞的巨兽的虚影出现，七彩祥云自他脚下生出，所过之处降下甘霖。无论是人还是家畜，在被甘霖洗礼之后，百病全消；就连农作物在被甘霖浇灌之后，也开始迅速生长，眨眼间便硕果累累。这就是瑞兽麒麟。武林之首，麒麟归位。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起，代表着华夏国运的惊龙再次出现。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一幕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做华夏人。
兄弟，听你的口音，好像不是我们华夏人吧？我怎么就不是华夏人了？我是华夏樱花省的，这是我家刚给我发的第2代身份证。就在众人还在为国运上升雀跃欢呼时，第3场擂台战已经开始了。对方竟然召唤出了死神海拉，无敌却看着面前的石像，愣住了心神。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，此去全台招旧部，旌旗10万斩阎罗。晚辈无敌，恭迎武安军杀神白起降临。他在干什么？没有人告诉他不能跨体系召唤吗？完了完了，无敌觉醒的是妖族体系啊，可他召唤的明明是人族英灵啊！跨体系召唤是会被当场抹杀的。我华夏好不容易出个天才，难道就要这样陨落了吗？无敌不是那莽撞的性子，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一定把握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就在众人死死地盯着无敌，生怕他下一秒就变成灰飞，而此时白起的石像却亮了起来，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而起。何人唤武？晚辈无敌，拜见武安军白起将军。不愧是无敌大神，跨体系召唤就像吃饭那么简单。不是吧，兄弟，你居然到现在还怀疑无敌大神？众人不知道的是，在黄风怪走时，曾告诉过无敌，只要位格够了，人族英灵和天庭的神仙也是可以召唤的。毕竟他的本命神旗可是妖皇帝具。你将我唤醒，所谓何事？外邦之神，依然只有华夏，吾辈后世子孙不孝，无力阻挡。今日恳请武安军大人降临，拯救华夏于水火之中。庶子而敢！何人胆敢犯我华夏？竟然是个凡人！大胆妖女，竟敢入侵我华夏，死！武安君小心，白起这么猛的马，一见面就冲了上去，这跟史书中运筹帷幄的人设有些不符啊！哼，愚蠢自大的凡人！身手还不错嘛。本帅剑下不斩无名之鬼，妖女报上名来。白起长剑直指海拉，白起的周围却是升腾起哀嚎的冤魂，这让海拉提起了一丝兴趣。好重的杀意，不如你现在放下武器，成为我的仆人如何？放肆！吾乃大秦武安君，一生只会忠于大秦，贼子竟敢辱我！看剑！区区一个凡人竟然能伤到我，本将定要将你斩下！看到海拉倒下，全场一片死寂，而日不落帝国的那名神眷者则是吓得脸色苍白，转身就想跑。就在他刚跑出去2步时，他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便跌倒在地。一道虚幻的人影自他身体内飞出，那是他的灵魂。对方的神眷者都死了，应该是我们赢了吧？应该是吧。可主持人怎么还没有宣布比赛结束？经过之前的几次反转，现在没人敢轻易下结论了。原本倒在地上的海拉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猛然飞了起来。人类，你做好接受来自神明的怒火了吗？竟然还是个方士，还敢拿活人献祭，真是该杀！白起说着，长剑竖起，剑尖朝上，左手食指中指并拢，自下而上抚过长剑，长剑上便被一层赤金色光芒覆盖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层金色的火焰。好帅啊！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摩擦极热？神特么的摩擦极热！你用手指给我露出火星来看看。其实那就是人族炼气术的炼气之火，可以破除一切邪祟术法。这是上古炼气时独有的手段，也是人族能与凶手、妖魔对抗的底牌。炼气术，万剑囚龙。是我小看你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值得我全力出手的人。武安君白起，我记住你了。出来吧，我的奴仆们。3头地狱犬家母、枯骨守卫莫德古德，这些可都是海拉的嫡系。没想到海拉居然把他们全都给召唤出来了，这还怎么打？输定了！小子，你害怕的了吗？怕，可更多的是不甘心。害怕是正常的，我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也怕过。那您？因为害怕，所以才要握紧手中之剑，杀光所有让你恐惧的人。那样一来，害怕的就是他们了。外敌入侵，臣白起恳请秦王陛下赐下虎符，让臣带领将士平定贼寇。遵奏。谢陛下。众将士何在？800秦军出函谷，天下诸侯皆鱼肉。众将士听令，随我一同杀敌。杀10人官升1级，杀100人与老夫同案而食。杀！
众将士听令，随我一同杀敌，杀10人官升1级，杀100人与老夫同案而食。杀！他们能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，我又怎么能站在一旁看着？法天象地，吞天元气。他怎么敢的？竟然参与神明之间的战斗！蠢货，他这是自己找死，竟然敢以凡人之躯参与诸神之间的战斗。就在此时，长着3个狰狞狗头的家母突然扭过头，朝着无敌喷出一口火焰。无敌没有闪躲，而是手臂蓄力，对着那团火焰隔空轰出。不愧是无敌大神，竟然能跟神明交手，太帅了！无敌大神，打爆他们！无敌大神小心！至今斗云还真是好用。此时的人类大军已经和海拉的恶灵大军交上手了，无敌张口就是一股3昧神风喷出，可效果却是不痛不痒。地狱3头犬也是仰头咆哮，这让原本正在跟恶灵交战的士兵们纷纷倒飞开来。白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下损失惨重，脸色也变得异常难堪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擒贼先擒王，必须要解决掉眼前这个妖女才行。心念至此，他手中长剑再次燃烧起炼气之火，朝着海拉冲去。还没到海拉跟前，就被一具高大的骷髅给拦住。滚开！小子，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没有，将军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要怪也是只能怪我太弱小了。哼，神明真的无法战胜吗？陛下，请恕臣失礼了。武安君，你即为我大秦战神，那就拿出你真正的实力，莫要让这些蛮夷之辈小看了我华夏，孤准你放手。诺。小子，身体借我一用。犯我华夏者死！小子看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人族的炼气术。炼气术，心火列阵。小子，神通借我一用，法天象地。机会，衰老，虚弱，疲惫。就在一层层诅咒套在无敌身上时，一缕金色火焰从他身上燃烧起来，那些诅咒迅速化为烟尘消失。噩梦噬魂。一道灰色的光芒落在无敌身上，海拉想看看白起内心的黑暗与恐惧，可他看到的却是尸山遍野，而白起则屹立其中。我错了吗？不，我没错，哪怕再来一次，我依旧会如此选择。杀神白起吗？好名字！我主宰着世间所有的王者，而你却是屠戮众生。臣服于我，我会让你做我的丈夫，与我共同掌管冥界。你看到了我的恐惧，但你可曾看到过我的理想？理想？那是人类才需要的东西，我可是掌控死亡的神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区别。宁为一秦，血洗六雄。既然不愿意成为我的奴仆，那就去死吧！看到海拉再次复活，白起也注意到，他复活的代价是虚冥界的恶灵。想要真正的杀死海拉，就必须将冥界恶灵清空。明白这一点后，白起直接从无敌的身体里退了出来。小子，你之前念的那首词很不错，可否再念一遍与我听听？您说的可是梅岭3章？原来那首词叫梅岭3章，好名字。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，只去黄泉招旧部，旌旗10万斩阎罗。好啊，好一个旌旗10万斩阎罗！哈哈哈哈哈！地府的阎罗我是没机会斩了，不过地狱的恶鬼我倒是想去试试。将军你要做什么？众将士何在？末将在。尔等可愿与我一同前往地狱？誓死追随将军。好，随我一起杀！白起就这么带着众将士，将海拉和他的怨灵逼进了冥界。整个擂台上就只剩下无敌孤零零的站在那。这怎么打着打着人没了？不好了，白起将军带着小姨子，带着死亡女神跑了。能不能转播一下战斗啊？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无敌还想跟着过去，可是波比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她是掌管死亡的女神，却被一个凡人给斩杀了。杀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华夏杀神白起。看到白起得胜归来，造化之门内的秦始皇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冲着白起等将士点了点头，随即转身离去，消失在造化之门中。吾等恭送始皇帝陛下。小子，我们走了。晚辈恭送武安君大人。炼气术乃是人族之本，你切勿懈怠，望你好生修炼才是。白起说完，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，望着化作飞灰的白起，无敌这才意识到他刚才说的走了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一战，他以自身魂飞魄散为代价，现在终于坚持不住了。我们不是赢了吗？白起大人怎么会死？是不是回归万神殿了？没有，万神殿内没有他的香火档。怎么会这样？白起大人，无敌望着白起消散的地方，久久无法回神。宁为一秦，血洗六雄。如果能一直受人尊敬，谁又会甘心成为被人畏惧的屠夫？纵使不如轮回，我也要守护这片土地。世人都骂他是屠夫，他却从未向世人解释，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。白起将军，您安息吧。恭喜华夏帝国获胜，现在请选择继续战斗，还是收取战利品。哼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交出造化之奥，归还所有从华夏掠夺走的文物，否则我会继续打下去，直至打完5场，彻底灭了你们日不落帝国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不，这比抢可快多了。建议你们态度不好。大英博物馆、西敏寺、白金汉宫、圣保罗大教堂、伦敦大桥，这些我通通都要的。我们日不落帝国是绝不会同意这个要求的。哦，是吗？灭国和赔偿你们自己选一个吧。我的耐心有限，3声过后，那就继续打。3、2，同意，我们同意。烦请主持人做个见证。既然双方达成协议，那就履行约定吧。请选择你们安置战利品的地方，就安置在圆明园废墟旁边，依次摆好就行了。波比手指隔空一点，几座标志性的建筑瞬间消失，然后便出现在上京圆明园旁。七星宝剑轻提手，芭蕉扇子半遮肩，形似流云里海月，深入霹雳镇山川，威风凛凛七天将，怒率群妖出洞前，紫金葫芦玉净瓶，金角银角并蒂莲。晚辈无敌，恭迎金银童子降临。耶斯，我推断的果然没错，他们本就是阴阳两股仙气，是可以融合在一起召唤的。晚辈无敌，拜见金银大王。你的心意我已知晓，师尊派我兄弟2人前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圣人他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无敌回到擂台后，发现对方召唤的神奇是一名身后长着3对翅膀的天使，手中握着一柄金色长剑，看上去像是有火焰在燃烧一般。竟然是天使米迦勒，他不仅是战斗天使，还是其大赤天使之首，这叫皇国是开局就直接放大招了啊！你且先退下，让我来会会这个域外杂神。泰山压竹，这防御也太强了吧！竟然连金银大王的防御都没能破开。天造！卧槽，这也太猛了，动不动就召唤陨石砸人。这么多陨石，金银童子怎么躲啊？完了，又要被扎到了！就在众人焦急万分时，金银童子不慌不忙地拿出个瓷瓶，大吼一声：“乾坤玉净瓶，收！”区一个不知名的小妖，竟然拥有能吸收天罚的宝物。我堂堂天使长也就只有一把大天使之剑，给我去死！奇迹神域。只见光芒一闪，天空中浮现出无数十字架。怎么会这样？金银童子为什么不避开？他的状态很不对劲啊，怎么感觉跟没睡醒一样？邪术，肯定是中了邪术，这个鸟人太卑鄙了。还好他们是一体双生，除非能同时杀死他们2个，否则他们就是不死不灭的存在。可到底是什么招式，让金银童子主动放弃抵抗的呢？他只是看了眼十字架，这个人刺穿了心脏。米迦勒就是利用这种手段才偷袭成功的。被疼痛惊醒的金银童子，抬手就是一根绳子飞出。黄金绳复。米迦勒不敢让这条绳索靠近，将圣剑挥动，一道火焰剑气斩出，当场将黄金绳斩成2截。还不等他高兴起来，就看到原本被斩成2截的黄金绳同时开始增长，眨眼间就变成了2根，并且以更快的速度朝他冲来。烈焰审判，
米迦勒手中圣剑再次火红，大变火海，想要焚尽这根奇怪的绳子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金银童子身上的衣服突然变了个颜色，同时手上还多出一把芭蕉扇，就那么轻轻一扇，一股狂风吹过，火焰瞬间熄灭。米迦勒更是被吹得直接撞在擂台上。这又是什么宝物？轻轻一扇就让我吐血，要是再多来2下，我怕是要被撞死在这里。奇迹领域，神话擂台怎么会下雨的？五雷猛将，火车将军，腾天倒地，驱雷奔云，对仗千万，统领神兵，开旗急召，不得机停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妈呀，这才是真神仙啊！抬手呼风唤雨，风雨雷电任凭召唤，神仙保佑，我仙科为敬。有没有脑子好使的兄弟记住刚才的口诀了？回头给我一份。知道口诀有个屁用，没看到还有那些手印吗？我录像了，全都录下来了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旧的让我撇了。不飘零半生，就为今天，请将此法借我一关，我愿拜为义父，今后任凭差遣。你闪开，我可不想被害。急召一位小姐姐，待会和我去房间一起探讨结业手法。擂台上的金银童子再次拿出芭蕉扇摇曳，裹挟着雨水，形成一道射龙卷，朝着米迦勒袭去。给我散！米迦勒一见，却瞬间凝结成冰，朝着米迦勒射去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寒冰包裹，化作一尊冰雕。此时的金银童子再次变回原来的颜色，随手召唤出七星剑之子。我们赢了吗？好像是吧，哪个鸟人都变成渣渣了，肯定赢了。可是裁判怎么还没宣布结果？对方的生命气息已经消失了，可是比赛怎么还没结束？欲静停，收，竟然无法收取，看来他真的还没死。前3连，坤6段，离为火，砍为剑，急急如律令。金银童子想要炼化对方残躯，可对方的生命气息却在急剧恢复。米迦勒又重新凝聚成型，头顶更是多出了一个金色的光环。这才是他的真正形态吗？接受审判吧，异教徒。那是受难十字架，这种精神攻击无孔不入。上帝那老小子是要强行度化金银童子吗？不行，我必须要阻止他。就在无敌冥思苦想如何应对时，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他想到了一本书。为了能让金银童子听得更清楚，竟直接使出了法天象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随着无敌的朗诵，金银童子逐渐恢复清明。丹杉树，终于结束了。可等了一阵，波比始终都没出现。不会还没死吧？这是堕落天使路西法吗？可是米迦勒去哪了？难道他们是同一个人？风雨雷电，听我号令，急急如律令。落。你成功激怒我了。说着，他身后又长出3对白色的翅膀，手中还多了一把众人都不认识的武器。看来这才是他真正的战斗形态。金银大王小心，他手中的是神器裁决，还有他的名字叫圣光是天使路西法。没想到在你们华夏，竟然还有人能叫出我的称号和真名。早就该告诉我他的真名了，不然我怎么放大招啊？不过现在也不晚，嘿嘿。金银童子说着，便取出紫金葫芦，对准了路西法。圣光炽天使路西法。下一刻，路西法便不受控制的朝着紫金葫芦飞去。可没想到，他手中的神器裁决救了他一命，让他卡在了葫芦口。地狱降临，无数恶灵飞出，这让金银童子不得不掐起法诀。五雷咒，无数雷霆落下。虽然清空了他周围的恶人，但也让路西法成功摆脱紫金葫芦的吸力，跑了出来。可恶，差一点就把路西法给收入紫金葫芦里面。现在对方肯定有了防备，再想让他答应一声，简直难如登天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试试这招。
他们是战斗天使米迦勒和死神撒旦。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战斗天使米迦勒。这是个铁憨憨吗？你都这样问了，傻子都知道有问题好吧？哼，蠢货，你以为我还会上？我去，这也行，没想到还真有傻子啊！不出意外，米迦勒也被卡在了葫芦口。撒旦连忙释放出领域，帮米迦勒解。金银童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迦勒再次逃脱。太可惜了，又被他逃了。先用黄金绳把另一个给他缠上啊！那么多的法宝，一起往他们身上招呼啊！你别站在那说话不腰疼，你行你上啊！哦，可以吗？你早说啊！去，一个凡人瞎凑什么热闹？看到野我活剐了他！别啊，我实力菜没关系，你们把力量借给我用不就行了吗？看我怎么帮你们收拾他俩！我俩都不行，你来就行了。你咋不上天呢？二弟，不妨让他试试，实在不行就用那一招。晚辈无敌，请金银大王上身。金银童子当即化作一道流光，融入无敌的身体之中。无敌当即随手一挥，黄金绳飞出，米迦勒一刀挥出，黄金绳一刀两断后，却是变成了一根头发。可刚闪身到无敌身后的撒旦，却是被捆得结实。哈哈哈，撒旦，你是不是傻？卑微的凡人，你竟敢侮辱！哼哼，米迦勒是吧？接下来就轮到你这个鸟人了。米迦勒刚想退回去，却发现无敌正用那个葫芦对着他，这差点没把他当场气吐血。不能搭理他，这小子就是想让我搭话，我绝对不能上当。我说你就只会自己招嘛，看来可以结束比赛了。易静平收，就这。凡人就是凡人，就算拥有了这么多宝物，拥有强大力量，也改变不了你们没有神体的事实。不是吧？无敌大神又死了！我操，兄弟，你这一个幼稚说的，瞬间让我把眼泪给憋回去了。突然觉得无敌大神这诈死的水平越来越高了。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无敌大神没死？我不用猜也知道，下面肯定还有反转，主持人都没出来。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他一个偷袭，成功的干掉了无敌，还爆了一地的装备。不错，有了这几件宝物，今后征战就更加轻松了。米迦勒刚准备舔包，那黄金绳忽然动了，瞬间就把米迦勒捆了个结实。一旁的芭蕉扇却是变成了无敌的模样。原来天使也贪心啊！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清心寡欲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不就是你口中那卑微的凡人吗？现在要被我这个凡人杀死，是不是感觉很愤怒啊？无敌说着，举起手中的七星剑就朝着米迦勒，可竟然被弹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区一个凡人，也妄想图什么？无敌不信邪的又劈了一剑，可仍旧是被弹开。换我们兄弟俩来吧，你没有神力，杀不死他的。原来是需要用神力啊！早说啊！啥意思？你有神力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没有神力，但我的本命神奇有啊！晚辈无敌，恭请天庭之主、十日之父、万妖之皇帝俊降临。话音落下，一道耀眼的光芒落到无敌身上，金银童子也从他的身上分离出来，一对巨大的羽翼从他背后展开。拜见妖皇大人！我以天庭之主的身份，妖皇之名，封无敌为妖族少主，成为天庭代言人，可有人反对？帝俊扭头看向造化之门，很快，一枚令牌自造化之门内飞出，落到无敌手中，光芒散去，无敌恢复成原本的模样。可就在无敌懵逼的看着令牌时，一道残影划过。法克，又是这一招。没错，又是这一招，好玩不？米迦勒，混蛋，胆敢戏耍，卑鄙小人，竟敢暗算我！傻了吧唧的，打架还跟人聊天，呸，啥也不是。一炷香之后，主持人波比出现在擂台上，神色复杂的看了眼无敌。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，1小时后进行下一场比赛。你看你多废，又是电闪雷鸣，又是呼风唤雨的，人家光凭法宝就把对方给阴死了。大哥，你好像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吧？这次多谢两位大王相助，我回头一定为两位大王修碑立庙，香火不断。两位慢走啊，哈哈哈！你先等会儿，把我们哥俩的宝物还回来，我们再走。什么宝物啊？我刚才不是给你们了吗？你少来，这一招那个猴子当年用过了，你休想骗过我们。嘿嘿，什么都瞒不过两位，给。
这还差不多。恭送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归位。嘿嘿。很多宝子不知道《妖皇现世》这本小说在哪看，我来教大家一下。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书籍小说，搜索《妖皇现世》，出来第一个就是了，全文免费，快去看小说原文吧。同为吸血僵尸，将臣和该隐谁更厉害？我只能说是大概3七开。将臣3拳能干掉7只该隐，可华夏文明断层，这让将臣的实力10不存1。国运幻冥神战，教皇国召唤出该隐，而造化之门内的无敌也来到将臣的石像前。身长丈2，目有血芒，浑身鳞甲，刀枪不入，以生灵为食，以精血为饮，不死不灭，神力无边，晚辈无敌。恭迎4大师组织将臣降临。该隐大人，吸干他的血，让他成为您的奴隶。华夏果然是个野蛮的国度，连他们的神明都是野蛮人。野蛮之神化为灰飞才是你的最终归宿。我可以吃了他们。不行，不过你们要是赢下最终比赛，倒是可以让华夏将这些人献祭给你。帮我盯着那些人，等我回来再吃。不愧是无敌大神，这风格是又准备开自助餐了吗？我感觉师祖好可爱，好有礼貌，竟然还会问一句。阿姐是施主不是施主好吧？他可是传说中的僵尸之主。擂台上，将臣的身影瞬间消失，提着拳头朝该隐砸去，可该隐却是先一步飞翔。这家伙的肉身之力竟然如此恐怖！这家伙是什么时候跑没影的？再来！将臣再次，可是无论他怎么攻击，该隐就像是提前预判了他的攻击一样，总能轻易的避开，而且还会时不时的利用速度优势进行。施主，他拥有感知能力，可以预判你的动作。预判吗？那这个看你怎么预判。将臣说着，隔空就是一击，而站在不远处的该隐，身体陡然4分5裂，化作无数黑色蝙蝠散开，在不远处又重新凝聚成型。我还是低估你了。真不想使用这个形态，这一点都不优雅。该隐竟然吸了将臣的血，本来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分出结果了。国运幻冥神战，对方召唤出的吸血鬼竟被师祖将臣吸干了，该隐却一口咬在了自己的手腕上，这让他变回了原先的模样。血液顺着该隐的手指滑落，渐渐变得凝固起来，最后形成一柄暗红色长剑。诅咒之刃，这可是好宝贝！我说怎么没有在路西法那找到？原来是在他的手中。该隐身形陡然消失，擂台上霎时出现10几道他身影，那是快速移动形成的残影。就在该隐身形暴露的瞬间，他手中的诅咒之花猛然刺出，目标正是将臣的心脏位置。将臣也毫不示弱，并指如刀，同样朝着该隐的心脏刺去，二者心脏同时被刺穿。看来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啊！将臣身上可是带着吼的毒素，哪怕是师婆都承受不了。这还怎么打？就这么一直耗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这时的将臣又是隔空一举攻向该隐，这次该隐却是直接被洞穿了身体，没有化作蝙蝠散开，漆黑的血液流出，散发出腐臭的味道。这味道好熟悉，好像在哪里品尝过，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。该隐的意识越来越黑，就连原本苍白的皮肤也开始呈现出诡异的青黑色，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擂台上。他们都说我没脑子，你有吗？该隐大人乃是不死之身，怎么会输的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该隐大人，赶紧起来啊！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。施主大人牛逼！人狠话不多，社会我陈哥，这男人就该这样。快看，那个吸血鬼还没死，他又动了。只见那已经死透了的该隐突然从地上弹起，身体化作一道流光消失。教皇国的那名代表被一团红光包裹，只是眨眼间被吸干了血液。露出身形的该隐又盯上了一旁的无敌，身体一闪，瞬间从原地消失。无敌身上汗毛根根竖起，一股死亡阴影浮上心头。晃精神！他为什么可以攻击我？擂台规则不是不许敌对神明对神眷者出手吗？混账！神明大战，
教皇国召唤的血族该隐竟被华夏江辰一口直接给吸干了。此时擂台上的波比刚宣布华夏帝国获胜，并告知第3场比赛1天后进行。只是话音刚落，就有人开始表示不满，毕竟输得比较惨。为什么要等1天？凭什么我们神战都是一场接一场，到了华夏这里就可以打一场休息一下？为了避免再出现同样的事情，擂台规则需要全面升级，解锁诸神擂台，神明也将不再受到限制。具体内容等升级完之后自己看。我抗议，这种事情应该让大家投票选择，显得民主公平。还没来及告别，就被一道带着闪电的火花劈成了灰渣渣，连根毛都没留下。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是在和你们商量？这自寻死路，只是这神明将不再受到限制是什么意思呢？波比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太大，让无敌一时间陷入了沉思。究竟是选中的神明不受限制，还是说所有神明都不受限制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可以借用神明的力量。如果是后者，接下来的比赛只会更艰难，无敌不敢再往下想下去。推广华夏神话史的事还需要加把劲，必须要培养出更多的神眷者才行。那个小子，还打不打？这一声质问，瞬间把无敌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，差点把这位大佬给忘了。施主大人，不是我不想打，而是……江辰有些不满的看着波比。那你赶紧让他们打，我好饿呀。擂台规则正在升级，打是不可能现在打了。你饿了的话，我可以请你吃一顿，你看怎么样？江辰想了想，觉得不吃白不吃，吃完再来也一样。好吧，等我吃饱了再来。波比挥手，一道空间裂缝出现，带着离开了。恭迎施主江辰大人归位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甚至大地都有些颤抖。这种震动很快就引起了华夏高层的注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国运换名神战，我召唤出的师祖将臣，一口将血族该隐精血吸干，为华夏立下了大功。本应将他迎回神位，却遭到了华夏诸神的反对。无敌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无敌也没想到华夏诸神对将臣的意见这么大，只因将臣是天地间最污浊之物，诸神皆不愿跟他一起享用供奉。可只要在华夏危难之时，愿意站出来战斗的，都应有资格享受华夏人的香火供奉。想到这里，无敌打算凭借妖皇新继承人的身份去跟诸神谈判。那个施主江辰，他的身份有些特殊，我将他迎回，受到了诸神的反对，现在我就去向诸神解释。晚辈无敌，特来向漫天诸神请安。话音落下，所有神位都散发出莹莹光辉，将整座大殿映照得宛如白昼。等无敌抬起头时，却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神位都避开他的拜祭，只有6尊神位没有动。难道是我现在的位格太高，一般神无法受我的礼？那些主动避开的神位都是天庭妖族的，而剩下的6个神位中，吕洞宾、白起和汉魃他们3人已经死了，所以不算。至于另外这3位大佬，帝俊是妖皇，他是妖族少主，这是秦；秦始皇代表人族最高帝王，这是君；孙悟空则是传道授业给无敌，这是师。这3位代表的君、卿、师自然可以心安理得收受拜祭。想到这里，无敌再次朝着3位神族躬身行礼，说出此行目的。晚辈此次前来，是想为师祖江辰证明，将他列入万神殿内，享受后人香火供奉。此言一出，万神殿内发出一阵骚动，只不过这一次倒是没有之前那么强。不过很快，虚空中出现一行金色的文字：拿到第4枚造化之药，再议。多谢。无敌没有去争辩什么。事实上，诸神已经做出了表态，第4枚造化之药就是谈判的筹码，只有拿到了，才有资格继续谈论这件事情。晚辈还有一个疑问，之前波比口中说的解开所有神明的限制，究竟是什么？无敌想从这些神明口中探听一下口风，只见虚空中再次浮现一行文字：明日你自会知晓。对，还不能说这么神秘的。国运神明大战，我以一己之力战胜诸国神祇，只因我是华夏最无敌的神明召唤师。可就在我得势之时，神明擂台突然升级。什么情况？这里面的人影竟都是神明？望着虚空中出现的神明身影，无敌顿时就明白，原来神明解除限制意思是，接下来的比赛不再是神眷者随机神明出战，而是神明可以自主降临。开什么玩笑？别人指定，我随机，这还怎么打？这不是要拿命去堆的节奏吗？请双方代表入场，选择参战神明。主持人波比的声音打断了无敌的思绪，更让他感到震惊无比的是，对方代表竟是黄皮肤的东方人。不对，教皇国怎么会出现东方人面孔？
望着眼前那位手持长弓的魁梧男子，无敌只感觉眼前有些发黑，因为他们召唤的神明居然是华夏的神话人物。大义，对方竟然召唤出来的是大义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是华夏人，怎么能召唤出华夏的神话人物？人族终究还是和妖族走到了一起。来吧，让我看看现在的人族有什么长进。无敌看向大义，沉声道：“大义前辈，您为何要帮异族出战？”后羿射日的故事，他从小听到大，甚至昨天还跟华夏的人科普。但今天对方居然代表教皇国出战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华夏本土的神明怎么会帮其他国家反过来对付我们呢？异族，原来我们巫族的后裔，在你们看来都是异族，难怪华夏会落到几乎灭族的下场。大义语气中充满了愤怒和讥讽。此言一出，无敌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目光再次看向教皇国的那名神眷里。印第安人，流传说印第安人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人，只不过年代太过久远，根本无法考证。只是没想到他们不仅是巫族的后裔，居然还投靠了教皇国。无敌不太了解这段历史，也不好妄加评论，只是觉得有些可悲。巫族终究还是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。就在此时，华夏这边的参赛名单也已经确定下来，上面竟只有一个人的名字。不过，无敌在看到这个名字后，心理压力瞬间消散了不少。因为他算是继三皇五帝之后最强的一位人王，也是最后一位人王。世人都说他荒淫无道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岁时就可手撕猛虎，天生神力，聪慧无比。而且商朝在他的带领下，可是征服了周围上百个部族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虚空中浮现出一个人影，紧紧站在那里，就有种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的感觉。思辨捷疾，文剑圣敏，财力过人，手格猛兽。晚辈无敌恭迎人王地心，晚辈无敌拜见人王冕下。地心回应了一声，便来到擂台之上。你便是孤的对手？人王，呵。大义轻视一声，两人都没将对方看在眼里。比赛开始。波比显然也知道两人的厉害，宣布比赛开始之后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下一刻，只见大义就迅速抽出一支箭矢，搭在长弓之上，根本都没见他瞄准，箭矢就已经化作流光飞了出去。地心竟然挡下了这一击，不过他的身体也不由自主的被击退数步。在身影站稳之后，整个人瞬间从原地消失，下一刻直接出现在大义身侧，举起长剑对着他劈去。不过这一击同样被对方给挡下了。快，实在太快了，我完全没看清他们是怎么出手的，双方就已经试探完毕了，不愧是神话中的人物。这根箭矢似乎跟之前的有些不太一样。话音刚落，只见长剑射出，地心闪身避开，一股腥风自他身前划过，顿时让他有种眩晕之感。有毒，而且还是剧毒。还没等地心反应，就看到大义再次取出一支箭矢，这支箭矢通体泛青，周围似有风在流动。一只狰狞的怪鸟虚影出现，对着地心发出无声的咆哮。大风！下一刻，只见大义手指松开，长剑瞬间消失。华夏观众全都将目光紧紧地投向地心，突然，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而起。炼气术，不愧是人王，竟然将炼气术练到如此境界。国运神明大战，我华夏最强射手大义竟站在了我的对立面。就在我懵逼之时，大义取出一支箭矢，搭在神弓上。天上地下三界之中，凡使用弓箭者，皆以无为尊。随着大义的声音响起，他的身后出现一道虚影，箭矢不断的在他手中凝聚，周围的空间开始颤动。这就是大义真正的实力吗？无敌越想越觉得心底发寒，哪怕是身处战场之外，他都有种无法抵挡的感觉。真不知道被弓箭锁定的地心该作何感想。突然，一声爆炸声响起，剧烈的抖动使得观众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太恐怖了，这哪是射箭，明明就是射导弹嘛！这个大义是什么来历？伊甸园有这1号人物吗？不，他不是伊甸园的神明，而是来自华夏。华夏，他们这是自己人内讧吗？就在此时，烟尘之中，一道笔挺的身影在里面缓缓走出，手中握着一支箭矢，眼神中充满坚定。孤乃天下共主，在这方世界内，不管你是仙魔还是妖兽，哪怕是你们巫族，见了孤都得俯首。
地心身上散发出来皇者之威，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有种顶礼膜拜的感觉。而无敌却注意到了另一件事，地心他竟然徒手接住了大义的剑。大义射出的这一剑有多强，在场的人全都有目共睹，那可是堪比神王的力量。可这一剑竟被地心徒手给攥住，这是何等伟力！神射手又如何？孤是这片土地上的王，你最好拿出点真本事出来，要不然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手了。地心的话清晰地传到在场所有观众耳中。什么？这样还没有使出全力？卧槽！要不要这么猛？感觉前面的神明跟他们比起来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！人王大人必胜。这就是华夏曾经的人王吗？好强！我们的敌人不应该是华夏诸神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再借我一件试试。国运幻冥神战，我召唤出的人王地心，竟徒手接下了大义射出的神剑。要知道，那支剑采用的可是凶兽大风的离域之城，蕴含了飓风之力，速度之快可想而知。既然是神射手，那就拿出你真正的实力，否则我会让你再也没有机会出手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再借我一件试试。大义说着，再次从身后剑囊取出一支剑，这支剑是铜体，呈现出黝黑之色，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反观地心依旧手持青铜剑伫立在那里，并没有出手的打算。这把无敌看得有些心急如焚。大哥还不出招，你跟那摆 pose 吗？大义可是射落9只金乌的射手，论杀伤力在华夏神话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大佬。就在此时，大义手指一松，剑势脱手而出，剑势所过之处，空间随之破碎。凿齿，先是修蛇受大风，现在又是凿齿，难道剩余的剑矢全都是利用这些凶兽制成的？一剑之威，竟然恐怖如斯。反观地心，只见他依旧身姿笔挺地站在原地，像是在等着对方再一次攻击。下一刻，只见一股力量正在不断地朝着地心汇聚。他在吸收大义释放出来的神力。对了，地心不光是人王，他还是封神榜上面的神，只有解开他身上的枷锁，他才算是真正的人王地心。所以说，他不是在装逼，而是在偷偷的恢复力量。想到这里，无敌立刻传音给一旁的龙眼，让人立刻进行香火供奉。人王地心，天喜星鹰兽。龙野听到这两个名字，一脸懵逼，但也没有多问，立刻去执行。如果我有封神榜就好了。等等，封神榜！无敌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人，当即分化出一道虚影离开了。另一边的大义已经取出了第7支和第8支剑。此剑乃是我猎杀凶兽风息和志宇后用他们的骨头所制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接下这2剑。是吗？孤岛要看看此剑究竟有何神妙之处。地心依旧保持着那副威严霸气的模样。我曾经也想过带领族人加入炎黄部族，可是却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在我死后对我的族人赶尽杀绝。现在就由你这位人王来承受我巫族100万冤魂的怒火吧。说着，大义便松开弓弦，一阵诡异的啼鸣声响起。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人，全都感觉到头脑一阵眩晕。地心更是出现了片刻失神。虽然是2支箭，但只发出一声响，地心的身体被一支箭矢洞穿。不过他早有准备，提前用青铜剑挡在心脏位置，所以这一剑虽然伤到他，但却并不致命。小心！无敌从失神中清醒过来，就看到原本飞出去的箭矢以一种诡异弧度又绕了回来，直刺地心后心位置。这是那只由风息骨头制成的箭矢，具备追踪功能，一旦射出便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这也是大义的底气所在，因为此剑无法闪避。虽然无敌提醒了一句，但终究还是晚了。重伤的地心根本来不及抵挡这一剑，心脏被洞穿，露出一个血洞。此时的地心勉强支撑住自己的身体，剑上的炼气之火已经开始消退，这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义挽弓搭箭，居高临下的问道。孤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人解释？动手吧！说着，他缓缓站了起来。当初圣人都无法让他低头，更何况区区一个大巫。走好！大义眸中一片冰冷，剑矢对准地心的头颅。人王大人站起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无敌大神不是说人王很强吗？怎么会输？大义射日，他明明是我们华夏的神，为什么要去反过来对付我们？呜！人王大人！华夏区观众发出一阵吵杂的议论声。他们打败了那么多外族之神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没想到却要输在自己人手里。大义，杀你族人的另有其人。就在这时，无敌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下一刻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擂台之上。他疯了吗？现在还敢上擂台？完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原本的悲伤情绪，在无敌登上擂台后，瞬间化作惊恐。
他要是死了，谁能替代他的位置去唤醒神明？这一刻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，生怕大义一不小心把无敌给捏死。然而教皇国则是一片欢腾。这位神明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杀了他们，只要杀掉那个小子，我们就赢定了。公神大人，快动手啊！你还在等什么？他们屠戮了你的族人，你还不动手，留着过圣诞节吗？大义突然转身，一箭射了出去。之前教皇国的那些人连惨叫会都没有激发出，直接化作飞灰。你们在教我做事吗？大义的话不带任何感情，正如他的剑士一样。教皇国观众席一片死寂，甚至有不少人都被吓尿了裤子。他竟然对观众出手了，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。擂台外面的屏障对他来说就如同摆设。原本出现这种情况，主持人波比早就出来了，但这次没有。见到周围不再有人说话，大义这才重新将目光落到无敌的身上。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大义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无敌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。我们华夏从未对巫族赶尽杀绝，相反，自从融合之后，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互通有无，甚至通婚。哪怕是现在，在我们华夏依旧有不少人存在。您口中的后羿子嗣，如果只是他们的话，我想你应该是被骗了。无敌说着，指向那名教皇国代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义眉头微蹙，目光扫过那名教皇国代表的，又重新落到无敌的身上。退下！地心轻喝一声，一只手捂着胸口，一只手提着青铜剑，一步一步朝着大义走来。这是孤的战斗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可是人王冕下，没什么可是的，孤还没有沦落到需要一个晚辈来替我求情的地步。大义，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！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攻击，还杀不死我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身上炼气之火再次浮现，金光凝聚，没入胸口那处破洞。呵，当年比干王叔曾经问我，人无心能活否？我的答案是能活，但他却死了，因为他告诉孤，世人皆有七情六欲，若无心，哪怕是活着，也不再是人。可孤是王，孤不需要七情六欲，孤要的是万族一统，天下归心。无敌惊讶地发现，地心此时身上的气息正在一点点恢复，甚至比起之前更强了。而他心脏位置被一团金光覆盖，那不是心，而是一团能量。炼气之力，地心用炼气之力替代了自己的心脏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大义手一招，射出去的箭矢重新飞回他的剑囊。你先退下！地心手臂一挥，直接将无敌推到一旁。无敌有心去解释其中的误会，可惜双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希望我的分身能尽快联系上姜太公，帮地心解开封神榜枷锁。此时，一股股若有若无的信仰之力正在涌入地心的身体。龙将军的速度果然很快，大义身为神射手，眼神自然毒辣无比，很快就察觉出地心的异常。原来你一直处于虚弱期，难怪如此不堪一击。说完之后，竟然直接收起了手中的剑矢。纵使虚弱又如何？孤岂会怯战？我不想趁人之危，给你一个时辰恢复。等你恢复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战一场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大义说完，直接走到一旁盘膝坐下，开始闭目养神。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。就在这时，教皇国天空中的伊甸园内突然飞出一位天使。你在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杀了他！大天使加百列，这可是仅次于米迦勒的大天使，没想到连他也出现了。箭矢洞穿了他的一对翅膀，把他从空中射了下来。根本没人看到大义是怎么出手的。厉害，仅仅只是用意念攻击就能伤到加百列。你说话的语气我很不喜欢，若还有下次，我必杀你。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充满了不容置疑。加百列有些畏惧地看着大义，不敢再开口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我的战斗让他少管，否则我不介意连他一起杀了。滚吧！加百列愤怒地瞪向大义，却没敢出言反驳，因为他知道对方真能做出这种事，也有实力做出这种事，毕竟是能和上帝交过手还活着的男人。想到这里，加百列转身将目光看向无敌。无敌一脸懵逼，他只是看了一眼这个天使，就将其击落在地，只因他不喜欢天使的说话语气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射落9只金乌的后裔。卧槽，牛逼！一个眼神就把百家列给蹬地上去了。若还有下次，我必杀你。此时的加百列却一种怨毒的目光看了眼无敌。无敌一脸懵，你特喵瞪我干啥？搞得好像你也能用一个眼神让我受伤似的。无敌越想越气，然后化悲愤为行动，冲着加百列伸出一个中指，把他气得差点吐出了老血。可加百列却连一个空气也不敢放。滚！
只听见大义一声怒斥。此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望着他。我的战斗，任何人都不许插手，上帝来了也不行。现在大家终于明白，主持人波比为什么不出来了。摊上这种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的猛人，谁还敢多管闲事？就是金庸了一个眼神就把那个天使给重伤了。大义太帅了，可惜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，要不然我这辈子只粉他一个。易大神为什么要替教皇国战斗？您可是我们华夏的神啊！我虽然是华夏人，但我还是想说，义神牛逼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就这短短的一瞬间，就有无数人被大义圈粉。虽然立场不同，但他的行为却值得所有人尊重。全场只有无敌一个人不这么想。此时的他脸色黑如锅底，甚至有种想骂人的冲动，因为他看到了，竟然有不少信仰之力在不停地朝着大义汇聚，甚至远超地心的信仰之力。不好，这样一来，好不容易挽回的颓势将再次被拉开了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正当无敌思考之际，大义陡然睁开双眼，地心也缓缓从地上站起来。双方一句废话都没有说，直接开始发动攻击。大义伸手从剑囊取出3支箭，看都没看，直接射出。众人脑海里再次传来一阵眩晕。然而擂台上的地心这次并没有受到影响，他手中青铜剑迅速覆盖上一层金色的火焰，身上也被一层金光笼罩。王权！只见他怒喝一声，身后便浮现出一道自己的虚影。虚影在出现的瞬间，他伸手一抓，便将其中一支箭抓在手中。这正是那支至羽箭。他明明是华夏的神明，却帮助敌对方参战。一旦我方战败，整个华夏将并入敌方的版图，就连华夏子民也将沦为奴隶。可尽管这样，还是有大多数华夏观众为他提供信仰之力，从而提升他的实力。原来是因为他在刚才的战斗时，察觉到我方神明还在虚弱状态，并没趁人之危痛下杀手，而是径直走到一旁坐下，等待我方神明恢复再公平对决。恢复的差不多的地心缓缓站起了身子。你攻击了孤这么多次，你也接孤一剑试试。地心一剑使出，一道白米剑气迸发而出，大义连忙闪身，堪堪躲开这一击。随后伸手一握，那只由风息骨头制成的长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度，再次朝着地心射去。地心也不示弱，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冲向大义，随后一脚抽到大义手上。死了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突然发现人王现在好猛啊，跟吃了蓝色小药丸一样。可惜了，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义神的。哎，谁不是呢？就在观众议论时，一道油光突然从碎石堆里射出，地心用手中青铜剑抵挡，却被这一剑直接把武器给震碎了，而他自身也被这一剑给刺穿肩膀。那是凿齿剑，具备破甲特性，无坚不摧。随后又是3支箭矢飞出，失去青铜剑的地心只能用炼气之力凝聚出一柄长剑。可是面对大义的剑矢，这些炼气长剑根本无法抵挡，刚一接触就瞬间崩碎，场面再次陷入被动。这把看台上的无敌给急得不行。地心免下，接着无敌随后抛出一柄形状怪异的长剑，在地心刚接住长剑时，大义的剑矢再次射来，地心来不及多想，转身就是一剑，却没想到那原本坚硬无比的剑矢竟然逆身而好剑，当然是好剑了。这可是伊甸园排名前3的神器裁决。你们不是让我华夏的神明出战吗？那我就让地心用你们的神器战斗，恶心人谁不会呢？而另一边的伊甸园里，正在观看比赛的诸神看到无敌拿出神器裁决之后，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。这个该死的异教徒竟然敢霸占神器裁决，我要烧死他！神话擂台上，大义已经被逼入绝境，身上到处都是伤口。我承认之前太小看你了，但胜利还是要属于我。大义说着，从剑囊中取出第10支箭矢。在这支箭矢被取出来的瞬间，无敌只感觉身上汗毛根根竖起，竟然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。那是落日剑。看到大义取出这支剑，地心那张古井无波的威严面容也终于露出了凝重之色，一股肃杀之意在擂台上弥漫。九霄落日剑。一声苍老的叹息声响起，然后就看到虚空之中一道跟地心长得一模一样身影走出，然后钻入了地心的体内。天喜星鹰兽，那是天喜星鹰兽。没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的化身竟然成功了。就在那道魂魄和地心融合之后，他身上的气息陡然增强10倍不止。大义的九霄落日剑射出，一剑出，天地都为之黯然失色。只不过这一剑并非射向地心，而是射向了高空。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中，一支巨大的金色箭矢自虚空落下，速度虽然缓慢，但却覆盖了整个擂台，给人一种避无可避的感觉。
就在所有人的紧张注视中，一道身影自烟尘里面缓缓走出。此时的地心浑身上下全是伤口，但是眸中却迸发出璀璨光芒。孤乃天下共主，执掌人间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华夏帝国的万神殿内，一条金色巨龙腾空而起，龙吟声响彻天地。一朵红云自地心头顶浮现，在红云出现的瞬间，华夏帝国内所有人，包括万神殿内所有人神英灵，全都齐齐躬身行礼。见过人王冕下。此时的地心不再是商王或者纣王，他是人王，是天下共主，执掌人间，地位堪比圣人。那朵红云无敌也认了出来，这是人族气运，是只有帝王才能拥有的气运之力。地心早已经死去多年，按理说是没有人族气运加持了才对，怎么会拥有这么浓郁的气运之力？气运之力，真没想到如今的你竟还能借用气运之力护体。我输了，不是输给了你，而是输给了华夏人族。当年孤率军横扫四夷，虽杀了不少巫族后裔，但那属于正常交战，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你所说的王族灭种的事，与我华夏无关。你为何此时才说？孤一生行事，岂会向他人解释？那你现在为何向我解释？因为孤现在打赢了。动手吧，杀了我，结束这场闹剧。大义随手丢掉自己朝夕相伴的神弓，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死亡。明明这场比赛是华夏获胜，可在场的观众却没有一人是高兴的。该死的教皇国，太卑鄙了！呜，人王大人，能不能不杀一神？按照擂台规则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擂台上，地心手持裁决之刃，攻向大义。等一下！无敌一个闪身，出现在地心面前。地心扫了无敌一眼，一股可怕的威压瞬间将无敌笼罩。你是在命令孤吗？人王冕下，且慢动手。草民有一事相禀。说，地心依旧是那副威严模样，只不过在无敌看来，他就是个傲娇、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明明一句话就能解决掉的事，非要装。大义前辈，据我所知，巫族后裔当初分为两批，一批留在华夏，一批在离开神州之后，前往了一个叫美洲的大陆。留在华夏的那批人，依旧延续巫族传统，他们被称为九黎族人；而前往美洲的那批人，则自称印第安人。您之前所说的差点被灭族的后裔，应该就是他们吧？大义闻言，有些不解地看向无敌。九黎族人虽然人丁稀少，但在我华夏境内衣食无忧，并没有受到不公的待遇。而前往美洲的那批人，则是在数百年前被北欧诸神的信徒入侵，其中也包括教皇国。他们打着神的名义，大肆屠戮，最后占据美洲，并建立了一个叫美洲国的国家。这一点您若不信，可以随便询问任何一个人。无敌的话还没说完，便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杀机。好胆！只见大义脸色铁青，心情既激动又愤怒。激动的是他的族人还好好的生活在华夏这片土地上，愤怒的是他被人蒙蔽，险些酿成大祸。而此时的地心在听完无敌的话之后，脸色却越来越阴沉。本以为只是给姬昌那老小子背黑锅了，却没想到另有其人。地心的脸色黑得像煤炭，搞半天他在给异族背黑锅，向来只有他欺负别人，什么时候有人敢欺负他了？叔能忍，婶婶不能忍。虽然不杀你影响姑的威名，但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呢？我去过伊甸园，可以带路。大义伸手一招，神弓又自动飞回他的手中。好，今日姑不杀你，让你亲手去复仇。多谢。刚回到擂台的主持人波比见到这一幕，硬着头皮来了一句：“你们这样违反了擂台规则。”闭嘴！你们这样违反了擂台规则。闭嘴！你是在叫姑做事吗？地心冷着眼看着波比，大义更是直接将手中长弓抬起，似有一言不合就将他射杀的意思。波比见状，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冒出来。我这是做什么呀？遇到这两位煞星。两位大人，擂台规则乃是诸位神王制定的，你们这样不合规矩啊！什么规则？姑同意了吗？向来只有姑制定规则，什么时候有人敢让姑遵守规则了？眼看双方陷入僵持，无敌突然举起手来：“诸位前辈，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三人的目光齐齐落到无敌身上，无敌瞬间感到压力山大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：“按照规则，失败一方的使民会死去，但死掉的是教皇国的大义，不是我们华夏的射日英雄大义，对吧？”理论上来说，确实如此。那不就得了？狩猎之神大义已死，晚辈无敌恭迎射日英雄大义归位。我等恭迎射日英雄大义归位。沃德发还能这么玩？上一刻他还是华夏的敌人，现在对方竟然愿意给他神位，迎接他回归，台阶已经给了，漏洞也已经钻了，现在就等他表态了。只要他点头，那他就是华夏的射日英雄，
就能避开擂台规则的惩罚。但大义是何等骄傲之人，虽然明知道这一切，可他还是没有点头。他不想用这种方式苟活。我是一名战士，可以死在战场上，但绝对不会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苟活于世。大义前辈，您的妻子可还在等着您呢，你就不多考虑一下？听说有不少神明都喜欢往月宫跑，比如天蓬元帅、二郎真君、吴刚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无敌也豁出去了。死道有不死贫道，为了稳住大义这个猛人，就让猪八戒跟二郎神他们背个锅吧。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人惦记，大义脸色瞬间变了。他能坦然赴死，但是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人惦记，这绝对不能忍，也不能死。这要是死了，脑袋上还不得长出一片大草原出来？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天蓬元帅和二郎真君吗？无敌见他态度有所缓和，立即趁热打铁。对，就是他们二人。我跟您说，这是换作是我绝对……你不必再说了，我今日便重归华夏，待我为族人报了仇，再去会这二人，竟敢惦记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完了，好像刺激过头了。二师兄委屈你了，二爷您武功高强，应该能顶住吧？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华夏啊！虚空中某处，正在赶路的猪八戒突然打了好几个喷嚏。是谁在念叨俺老猪？呆子，就你这副模样，谁会念叨你？念叨你那14块5一斤的肉吗？还是赶紧赶路吧，晚了就要错过好戏了。另一边，在一片残破的大殿内，一尊三眼神像眉心陡然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淡下去。得到大义的准确答复，华夏万神殿内瞬间浮现出一盏油灯，代表着大义的神位也一起浮现。此时的波比一脸幽怨地看了眼无敌，却不敢站出来阻止，毕竟都是男人，这种事换谁都不可能忍。他要是这时候站出来阻止，说不定大义真会给他来上一发。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，下场比赛将在1小时后进行。大义的身影消失，回到了华夏万神殿内，地心这才意犹未尽地将目光收回。还别说，这种八卦听起来还挺有意思。想不到大义这种人物，竟然也会被一个女人给牵绊住。单凭这一点，姑可是能甩他几万条街的。顿时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。晚辈无敌恭贺大王取得胜利，扬我华夏神威。地心冷笑一声，目光不善地看向无敌。姑听说你在人间写了一本《封神演义》，还编排姑是个荒淫无道的暴君。无敌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，这话可不好回答呀，搞不好可是会死人的。正当他思考该怎么解释的时候，却听到地心哈哈一笑。纣王，那是周人对姑的恶事，姑的子民会称姑为地心或者人王，尔等不明真相，姑还不至于迁怒尔等。听到地心这么说，无敌也松了口气，看样子这位人间最后一位人王确实不像传言中那样暴虐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自己。可地心接下来的话瞬间让无敌傻眼了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这本《封神演义》姑不喜欢，你回头更改一下，写成姬昌等逆臣跪求姑宽恕他们。没有，小子一会儿就去改。开什么玩笑？你都把裁决架我脖子上了，我敢说有问题吗？很好，等写完之后，先给姑呈上来一关，等姑批阅之后，广传天下。是，您是大王，您开心就好。反正我写的是小说，又不是史书，黑谁不是黑？唯一的区别就是，有人能线下让我改文，有人不能罢了。那个大王，您看战斗已经结束了，这把剑很不错，姑很喜欢，有心了。神特么的有心了，我是想问你啥时候还我？眼见自己的裁决之刃被黑了，无敌郁闷的几乎吐血，而此时的地心却是双目注视着虚空。有意思，他竟然看到我们了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姑是华夏的王，就让我为华夏再战最后一次吧。哼，区区一族毛神也敢欺我华夏！地心说完，便向伊甸园飞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虚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。江上，草民姜子牙见过大王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想看姑的笑话吗？双方战斗了几十年，尤其是最后被他封入封神榜内，这其中的恩怨，没当场动手赶人，就算他涵养好了。草民此行是来劝阻大王的。呵，笑话！你一个逆臣贼子，也配劝姑？还是你觉得有了大神鞭，就能跟姑谈条件了？地心冷笑一声，语气中充满了讥讽。不敢，草民只是想提醒大王一句，神话擂台乃是诸位圣人联手制定的，一旦破坏规则，便会遭受天大的因果。华夏如今虽然艰难，但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大王万不可自误啊！姜子牙叹了口气，心中有些无奈。
这可是堪比封神之劫的灾难，胜者超脱，败者沉沦，谁都无法幸免。那群老东西又在算计谁？地心闻言，眉头微蹙。他之前魂魄不全，仅存的魂魄地位又太低，根本无法接触到核心机密。所以当姜子牙说出这话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是那群圣人又在使坏。3界之内无人能免。他虽然法力尽失，无法参与到那种战斗之中，但招架不住他地位高，朋友多，偷偷的将一些消息透露给了他。真正的战场不是这里。姜子牙在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身形便缓缓消失。地心望着姜子牙离去的方向，面色变幻不定，最终还是没有前往伊甸园。无敌看到地心的身影再次回到擂台上，顿时神色一愣：“大王，你怎么没有回归万神殿休息啊？”地心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：“你的小说写完了？你没事献什么殷勤啊？”他此时恨不得给自己俩嘴巴子，而此时的地心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。这一场依旧由孤来战。无敌刚想劝说，话到嘴边又重新咽了回去。算了，看来他已经决定好了，就算阻止也未必会听。很快，教皇国那边便召唤出一尊大天使，只是无敌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是谁，就感觉眼前一晃，那名天使就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下一个，只见地心手持裁决，语气平淡的看着对方，这把看台上的观众看懵了。卧槽，人王大人这也太猛了吧！那可是大天使级别的，就这么一剑没了。为教皇国默哀，不是天使不给力，而是我家人王太猛了。华夏区观众席一阵沸腾，直到此刻，他们才明白地心究竟有多恐怖。在连续击杀2名天使之后，地心身上的气息已经开始出现下滑。无敌清晰的看到地心胸口处的金光忽明忽暗，像是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样。大王，停手吧，再打下去你会死的。无敌着急着冲着地心喊道，可地心却语气依旧平淡，丝毫不在意自身的状况。下一个，话音刚落，天空中一道梵音响起，一个身影自虚空中出现。这可是伊甸园神话中人族始祖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此时的地心已经是强弩之末，面对实力未知的敌国人士，无敌不敢去想。他很想劝地心收手，这样一来就不用以失败者的身份死去。可他知道对方不会听他的。你就是华夏的王，蛮夷之徒，竟敢对孤不敬！国运神明大战，我召唤出的人王地心，以一颗心脏的代价战胜大敌，接着随手斩掉2个敌国大天使。然而本就是强弩之末的地心，却在此时遇到了实力未知的亚当。地心挥动手中裁决，对着亚当就是一剑，躲过去了。他明明没有移动，怎么会躲过去了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场外的观众瞬间炸了锅，地心的实力，众人都是有目共睹。大天使在他面前都是一招就被秒了，可眼前这个男人竟然站着不动就能轻易避开他的攻击。不愧是人类始祖，实力竟然这么强。刚才那应该是他的领域吧？很像上帝的绝对领域，在领域之内，他可以选择一条法则，其余人无法违反。绝对闪避吗？可这种违和感是怎么回事？而此时，擂台上的地心一击失手，神色一愣，随即露出一抹笑容。一直对付一些杂鱼，现在终于遇到一个像样的对手了，很荣幸能得到您的认可。炼气术，地心伸手抚过神器裁决，一道道金色纹路浮现，炼气之火也逐渐蔓延整个剑身。亚当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，因为他看出来了，对方使用的并非神力，但是却丝毫不逊色于神力，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，是他闻所未闻的力量。剑荡八方，一剑挥出，霎时间出现无数虚幻剑影，瞬间将整个擂台给囊括其中。显然地心也察觉出对方的诡异能力，所以想要使用这种大规模上的攻击，封住对方闪避路线。下一秒，只见地心的身体陡然倒飞了出去，场外的观众们一脸懵逼。好快！地心缓缓站起来，神色开始变得凝重。刚才那一击太快了，快到就连他都没能反应过来。领域！只见地心吐出2个字，这是还未成型的神国。在这种领域加持下，亚当的战斗力会发生质变，也只有在对方领域内，他才会毫无抵抗的被击飞出去。想到这里，地心重新调整气息，头顶一层红云浮现。领域王权！亚当在看到地心头顶的红云之后，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。不过下一刻，他的身影再次消失。王者受上苍庇护，万法不侵。什么玩意哎！不闪不躲也能毫发无伤，这可是裁决啊！不好，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。护体紫气虽然能替地心挡下伤害，却挡不住这股冲击力。
观看比赛的华夏区观众被沉闷的打击声给震惊，一个个都揪起心来。人王大人挺住啊！太强了，人王大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他的速度明明不快，可是人王大人为什么避不开？无敌也发现了这一点，虽然亚当的速度很快，但也不是无法闪避的。地心更像是主动迎上他的攻击。难道是预知能力？不对，这绝非是预知能力能够做到的。地心头顶的红云变得明灭无尽，仿佛一下子稀薄了不少。结束了。亚当淡淡一笑，手中竟然凝聚出一柄炼气长剑。看到这一幕的地心，瞳孔骤然一缩。炼气术，这可是华夏人族的立根之本。亚当可是西方人，他怎么会使用？顿时，长剑刺出，毫无阻碍地刺穿了地心的胸膛。这一刻，所有华夏人全都不敢置信，他们的王竟然会输得这么惨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一股悲怆的氛围在空气中弥漫开。人王大人，站起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们要输了吗？无敌也是失魂落魄地看着缓缓倒下的地心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地心双眼无神地看向空中，有不甘，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恍惚之间，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。突然，天空中一道裂缝出现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。大王，臣妾等的您好苦啊！地心自嘲地笑了笑，他伸出手，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一样。妲己，姑好像看到你了。妲己连忙伸柔仪，握住地心的大手，脸上早已经挂满了泪痕。地心的身子猛然一震，逐渐模糊的意识重新回归，有些不敢置信。他记得妲己已经魂飞魄散了才对。妲己，真的是你吗？此时的妲己已泪流满面，死死地抓住地心的手。是，真的是我。这把场外的众人早已经看淡。这个美女是谁啊？长这么漂亮。这个美女是谁啊？长这么漂亮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身为一个女人，竟然有种心动的感觉。我操，兄弟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她是狐狸精，九尾妖狐妲己。难怪长这么漂亮，原来是狐狸精啊！都闪开，让贫道来收服死妖。原本悲伤的氛围瞬间一扫而空，所有人都被妲己的美貌所吸引，亚当也不例外。在看到妲己之后，也出现短暂的失神，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。这位女士，还请您让一下，我不喜欢打女人。地心闻言脸色一变，立即将妲己护在身后。然而妲己恍若未闻，她的眼中只有地心。大王，臣妾来为您疗伤。说着，妲己直接用尾巴将地心和她包裹起来。只是眨眼间，地心身上那几道贯穿伤便消失不见。亚当此时回过神来，察觉出不对劲，只听见妲己发出一声惨叫，长剑通体而出，竟然直接将她的心脏刺穿。所有观众都炸了，叫骂声、呼喊声此起彼伏。该死，该死！不是说好不打女人的吗？什么垃圾神明说话不算数！混蛋，你找死！他刚想起身，却被妲己拉住了。大王息怒，妾身没事。他的声音充满了一种魔力，让人无法拒绝。只有无敌注意到，妲己的尾巴又少了一条。传说九尾妖狐拥有9条命，每死一次就会少一条尾巴。他现在还剩7条尾巴，可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别说7条命，就是700条命也不够对方杀的啊！亚当见妲己还没死，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，随即再次凝聚出几柄炼气长剑。妲己强忍着不让自己喊出来，只是身后的尾巴不断的脱落。地心感受到了妲己的生命力正在急剧的流失，奈何她重伤未愈，根本无力挣脱。突然，一团光芒自妲己口中吐出，然后落入地心的胸口位置。只见早已经死去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，妲己满意的闭上了她那双美目，化作万千粉尘消散在了这片天地间。地心身上的气势逐渐攀升，胸口的心脏散发出七彩光辉。那是7窍玲珑心。当初为了救妲己，地心亲口找比干所要的，没想到妲己又以这种方式还给了他。地心看着妲己化作漫天光点，他轻轻抚在心脏位置，感受着那强有力的心跳，可脸上却没有半点笑容。他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平静地看向亚当，身上的炼气之火再次出现。就在这时，亚当的身影陡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一剑刺向他的胸口。地心神色不变，手中裁决之刃扬起，挡住了，竟然挡住了！华夏区观众更是爆发出一阵欢呼，而擂台上的亚当则是面露诧异之色。他没有犹豫，手中长剑飞速刺出，甚至因为速度太快，出现了一片残影，却全都被地心挡了下来。这怎么可能？亚当终于开始慌了，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合，但这么多次都被挡下来，就只能说明一件事：他的能力被对方看穿了。时间法则确实神妙。亚当听到这句话，脸色终于变了，这是他的底牌。
除了上帝耶和华以外，根本没人知道。所有人都以为他继承了上帝的领域，拥有绝对领域，或者预知未来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他只是掌握了时间法则，可以改变身体周围的时间流速，虽然只有几秒钟，但依旧让他立于不败之地。但是现在却被眼前这个男人一口叫破。哼，你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？在时间面前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是吗？地心手中裁决缓缓刺出，速度并不快，相反，比起普通人还有所不同。可就是这样一剑，竟然刺中了亚当。看到肩膀被刺伤的亚当，全场一片哗然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看到那一剑并不快，亚当始祖为什么没有避开？一定是亚当始祖大意了，胜利必将属于我们。就在教皇国观众为自己的始祖找理由时，地心忽然抬起头，一脚将亚当给踢飞出去。亚当不停地使用时间法则，将身体重置到几秒钟之前，可是没用。地心像是早有预料一样，每次都会出现在他身旁，并且将他击飞出去。怎么会这样？一股神圣的气息从亚当身上散发出来，无敌刚想用火眼金睛去看，却被一阵刺目的白光给灼伤，疼得他发出一声惨叫。那股力量让无敌心中惊骇欲绝，他想开口提醒，却发现自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擂台上，地心也感受到了对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但是他并没有太过慌张，身上炼气之火不停地朝着裁决之刃涌去，剑锋划过，一条手臂飞出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都借用父神的力量了，竟然还是无法抵挡对方的攻击。天空中再次出现一道裂缝，一名金发美女出现，从后面轻轻拥住亚当。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双方竟然融为一体。卧槽，明明是生死对决，为什么我有种被塞了满嘴狗粮的感觉？果然，每个强大的男人身后总会有一名漂亮的女人，怪不得我这么失败，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。胡说，我不漂亮，可我老公依旧很优秀。小姐姐，有没有可能你老公身后的漂亮女人不是你啊？先是妲己，然后是夏娃，一个个都为了自己的男人选择牺牲自己。这一刻，胜负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从某方面来讲，他们已经赢了。亚当在和夏娃合体之后，身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，原本断掉的手臂也迅速生长出来，战场形势再次回到原点。剑域，上帝之眼。天啊，这是什么能力？他竟然能够使用人王大人的技能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！什么技能看一眼就能学会，并且使用出来？难怪被称为人类始祖，这个亚当简直强得离谱。亚当的上帝之眼让地心有种跟自己对战的错觉，无论自己使用什么攻击，对方都能完美复刻出来。想到这里，地心果断撤去自己的剑域，改为近身战斗。他打算凭借肉身之力来打败对方。亚当此时处于绝对模仿状态，见到地心撤掉剑域，他也跟着撤销剑域，以同样的方式朝着地心冲去。刀光剑影，拳脚相交，谁也没想到这一场对决竟然会变成意志力的比拼。你打我一拳，我还你一脚。就在这时，地心一拳打在亚当的眼角，将他眼睛给打得血流不止。亚当也是同样一拳，将地心的眼睛给打瞎了。结束了，上帝之眼。亚当想继续模仿这一招，可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清这一招的运行轨迹。不好，上当了。亚当终于明白地心为什么拼着瞎掉一只眼睛也要伤到他的眼睛。他这是想利用自己受伤的瞬间使用术法攻击。他刚想闪避，就看到一道身影出现在自己跟前，死死地将他给抱住。你疯了吗？裁决刺入地心的后心，透体而出，同时也贯穿了亚当的心脏。突然，一道白色光柱落下，将亚当笼罩住。亚当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，灵魂却被白光接引向天空。大人，您这样做不合规矩。无耻，竟然光明正大的耍赖！耶和华大人，您这么做就不怕诸圣联手制裁吗？抵命抵命，亚当已死，这一局我们认输。天选者送走人王，重新召唤神明，留下他。晚被无敌宫众人王地心归位。随着无敌的声音落下，原本就处于濒死状态下的地心根本毫无抵抗之力，被强行送走，落入华夏万神殿的神像内。与此同时，神话擂台陡然浮现出无数条金色锁链，疯狂地朝着白光缠绕而去。你在找死！在看到耶和华出现后，教皇国的观众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仁慈的天父，您的仆人向您献上最忠诚的信仰。天父大人，您是来拯救我们的吗？上帝的荣光必将普照世界每一处角落。对手可是创世神耶和华，这至少是圣人层次的大佬，除非召唤出圣人，要不然喊谁死啊！无敌心怀忐忑地走进造化之门后，顿时就傻眼了，眼前没有石像，只有3个金光闪烁的名字。卖泥娃娃的小女孩，
看风水的先生，骑牛的牧童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无敌反复念叨这3个奇怪的名字，大脑疯狂运转，思索自己记忆中跟这3个名字相关的人物。忽然，3个人名浮现在无敌的脑海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神话史上跟泥娃娃有关的神明，除了女娲娘娘，还会有谁能跟女娲娘娘一起出现？还涉及到风水的，肯定就是人族3皇之一的天皇伏羲。喜欢骑牛，还当过牧童的，不是老子李耳还能是谁？哈哈哈！这次华夏有救了。无敌利用擂台规则，强行留下前来捞人的耶和华。小家伙，你在找死吗？就在众人为无敌捏了一把冷汗时，无敌却是在造化之门内玩起了骰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赌一把好了。听天由命，圣人快显灵！1、2选女娲娘娘，3、4选天皇伏羲，5、6就是老子李耳。我操！不愧是无敌大神，这个时候竟然玩骰子。遇事不慌，骰子帮忙。像极了我考试时候做选择题的样子。该不会是无敌大神不认识这3个神明吧？不认识这不很正常吗？没图没真相，只有一句称号，搁谁身上能猜出来？这么说，我们岂不是输定了？大哥，你还想赢呢？对面的那位可是创世神，战斗力比天竺的师伯如来还要强，这还怎么赢？无敌小子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？是啊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是我们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一点。而此时的无敌正直勾勾地看着空中不停旋转摇晃的骰子，就好像有人在操纵一般。不，准确的说，更像是在争夺。难道3位圣人还在争抢对战的机会不成？就在这时，骰子终于停了下来，上面的数字是1。无敌见状也不再犹豫，当即朝着虚空中的名字拜了一拜。团土造人，斩巨牢，降黑龙，定四极，中午摄食补天，晚辈无敌，恭迎万物之母，妖族之圣女阿布，卖泥娃娃的小女孩降临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天空中顿时散发出七彩霞光，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出现，从造化之门内一步踏出，来到擂台之上。果然还是我赢了。女娲出现的瞬间，台下的观众瞬间炸锅了。无敌大神疯了吗？竟然召唤出一名小女孩出来送死，太残忍了！虽然明知道会输，但也不能这么摆了。难道只有我注意到无敌大神刚才的话了吗？万物之母，妖族之圣，咋会是一个小女孩？是这个世界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好可爱的小妹妹，无敌大神怎么忍心让她出来送死？喂，你竟然喊她小妹妹，不要太离谱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这尊神奇的真实身份？说出来吓死你们！团土造人，斩巨牢，降黑龙，定四极，中午摄食补天，晚辈无敌，恭迎万物之母，妖族之圣女阿布，卖泥娃娃的小女孩降临。还好没有出现玩斧子的抠脚大汉，不然对面怕是直接可以重开了，嘿嘿。女娲。老爷爷，你认错人了哟，人家只是一个卖泥娃娃的小女孩，可不是那伟大的女娲娘娘哦。神他妈的老爷爷，就你还卖泥娃娃，还是小女孩，你当我瞎吗？老爷爷，你要买泥娃娃吗？就在耶和华看到小女孩手中捧着的泥娃娃之后，顿时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竟然和之前出现的亚当、夏娃一模一样。正当他打算接过来毁掉时，小女孩却是突然收回了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也会捏泥人。这一举动直接让耶和华伸出去的手僵立在半空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堂堂创世神，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羞辱？哼，凭借这种小把戏是赢不了我的。未必哦，要不要来打个赌？你想赌什么？不如就赌一把，我创造的人能不能赢你如何？你是在羞辱我吗？不，我就是阐述一下事实。只见他小手一挥，一堆小泥人出现。这些泥人在落到地上之后，顿时活了过来，一个个挥舞着小胳膊小腿，朝着耶和华冲去。神说要有光，只见一轮大日出现，光芒照耀整座擂台。擂台上的小泥人们被刺目的阳光炙烤得纷纷皲裂，最后化作一片飞灰。然而在剩余的小泥人里面，走出来一位手持长弓的泥人。只见他挽弓搭箭，对准天上的太阳，弓箭射出，太阳直接被射爆。
大地重新恢复正常。神说要有雨，天空中顿时下起了雨，而且越来越大。小女孩见状，微微一笑，对着擂台吹了口气，无数草木破土而出，眨眼间便将擂台变成一片森林。小泥人们砍伐树木，搭建房屋，以此来躲避雨水冲刷。可是雨水越来越多，最后化作一片汪洋。小泥人们手挽着手，化作一道大坝，将周围的洪水隔开。幸存的小泥人们则搭桥铺路，开山凿石，跑到山上居住。神说世人愚昧，当洪水灭世。神说世人愚昧，当洪水灭世。只见洪水猛然暴涨，冲垮了大坝，无数小泥人被淹没。这时又有一个小泥人站了出来，他带领着幸存的泥人们用山石堵住洪水，可惜最后失败了。洪水蔓延，冲毁了他们的家园，融化了大量的泥人。然而泥人们没有退缩，也没有求饶，他们齐心协力，挖渠开山，引导洪水流向远方。看到这里，无敌终于明白了，他们这是以众生为棋子在斗法。耶和华代表着神明，而女娲则代表着人类。神明灭世，而人类在自救。此时此刻，无敌眼中的泥人们变了，他们不再是粗糙的泥人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而是化作了无数华夏族鲜血，仿佛一幅史诗级画卷在他面前展开，带他重温那个波澜壮阔、与天抗争的年代。很快，场外的观众也发现了这一点。我怎么感觉擂台上的这一幕好熟悉，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？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这不就是无敌大神给我们讲过的华夏神话史吗？没错，大禹生日，精卫填海，神农尝百草，大禹治水。天啊，竟然全都对上了！为什么我有种想哭的感觉？人族先贤，精神永存。这一刻，没人再把擂台上的泥人当作泥人看待，而是将他们想象成了人族历代先贤。创世神又如何？只要无法将他们彻底摧毁，那所有的灾难都将成为他们的养分，帮助他们快速成长。擂台上，耶和华的脸色彻底变了，因为他发现，无论自己召唤什么灾难，都无法彻底摧毁这些泥人。面对灭世级灾难，这些泥人没有向神明祈求原谅，或者寻求庇护，他们一直在依靠自己的智慧，在夹缝中寻求生存。这些泥人们的韧性，让身为创世神的自己感到害怕。为什么明明同样都是泥人，这些人却没有祈求我的宽恕？他自诩牧羊人，牧养众生，可现在突然发现，有一群人根本不屑于他的庇护，更不愿向他低头，甚至在灾难过后，这些泥人还会主动向他发起攻击。虽然这些泥人的攻击微弱，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，但他们确实向自己发起了攻击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因为眼前的这些泥人眼中根本没有对神明的敬畏之心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人类从来都不是你豢养的宠物，他们有自己的思想，也有自己的道路。不，我创造了他们，他们就应该听我的。任何敢于不敬我的生灵，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。神说，世上要有风。一股狂风平地而起，只是眨眼间便席卷了整座擂台。霎时间，飞沙走石，地面上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泥人们居住的房屋也在狂风中毁于一旦。他们甚至连挣扎都做不到，就直接被狂风搅得粉身碎骨，一片末日景象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全场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，将自己带入其中，试想如果换做自己该怎么做。可是无一例外，哪怕是他们现在拥有高科技，在面对这种灾难时，依旧无力抵挡，一股绝望之感在众人心间蔓延。要说了吗？难道人类真的无法凭借自己生存吗？人类果然还是要寻求神明的庇护，仁慈的天父，我等定将传播您的荣光。众人本以为小女孩会出手拯救这些小泥人，可她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，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。狂风过后，地面上一片狼藉。耶和华满意地看了眼微型世界的惨状，对于灭掉一群生灵毫无波澜，无他，唯手熟尔。你输了。是吗？女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目光重新落到擂台上的微型世界。只见一只小泥人从废墟中爬出，漂亮，牛逼，人族无敌。这一刻，全场所有人族都沸腾了。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什么阵营，此时此刻，他们只是人类。哪怕是教皇国的观众，一个个也是震撼莫名，因为那些泥人遭受的灾难，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。
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祈求神明的原谅，亦或者寻求神明的庇护。在他们看来，神明的惩罚他们无法违抗。可现在，这群泥人竟然凭借着自身的能力，硬生生地抗住了神明降下的惩罚，这让他们深受触动。原来人类凭借自身也可以生存。这一刻，他们第一次开始对神明的信仰产生了动摇，而这样的后果就是耶和华身上的气息陡然下降一截，身体周围散发出来的白光也变得不再刺目，已经到了可以直视的范围。耶和华脸色一变，眼中的愤怒一闪即逝。哼，冥顽不灵。神说：神别说了，还是听听人类怎么说吧。只见一个个泥人不断地从废墟中钻出来，他们高声呼喊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神，又岂会在意我们凡人的痛苦？自今日起，我们人族当自强不息，不理神佛，只敬先祖。不理神佛，只敬先祖。可笑！耶和华手中的牧羊鞭挥出，牧羊鞭散发着洁白色的光辉，看上去神圣无比。可是他所做的事又是那样的残忍，无数泥人被敲碎，化作飞灰。然而这些泥人并没有他预料中的惧怕、恐惧，有的只是更加强烈的反抗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，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时间流速加剧，泥人们迅速繁衍生息，开始建立属于他们的文明。一部分抵御来自耶和华的攻击，另一部分安心生活。直至某一天，有泥人沟通天地，领悟了修炼之法，人类正式踏入修炼时代。耶和华对付起来也越来越困难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明明是一群随手可灭的蝼蚁，怎么能做到这种程度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取代我们也是早晚的事。疯子，你们华夏诸神都是疯子，竟然会创造出这种无法掌控的生灵出来。为什么要去掌控他们？因为他们是我创造出来的，就像是我的孩子，他们必须对我保持敬畏，对我保持感恩。你自称天父，却又将众生视为牲畜，用牧养的方式对待众生。既然如此，又何谈众生对你不敬？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吗？你给我住口！身为创世神，不想着庇护众生，反倒一味的骄傲自大，撒下弥天大谎，用恐惧来支配众生，用刑罚来扼杀后辈，无休与你为伍。小女孩说着，便从虚空中取出一个金色葫芦和一个布幡。那是金葫芦和巨妖幡。耶和华见状也不敢怠慢，连忙取出一柄权杖。神说：世间应有万物生灵，